这个男人是个精神病，却被选中参加赌上国运的规则怪谈。而龙国此前已连输6场，5座城市彻底沦陷，再输1场就会国灭人亡。全球直播同步开启，当所有人看清他身上的病号符时，龙国观众瞬间坠入绝望深渊，外国的观众更是嘲笑龙国没人可遇，认定这局过后龙国必亡。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，天赋激活完毕，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百无禁忌。你是天生的疯狂者，混乱疯狂的思维让你免疫怪谈世界的所有污染。当你陷入犯病状态时，将临时获得伤害诡异的能力。要知道 S 级天赋就已是各国最强，3S 级更是从未出现过的顶级存在。可韩贝塔却一脸不高兴，这个天赋的介绍等于说他脑子有病。别乱扣帽子，我可没病。这是一间普通卧室，简单打量后，韩贝塔拿起桌上的纸条，上面写着本轮全部规则。你有一个看似温馨的家，慈祥的妈妈，话少的爸爸，调皮的弟弟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可一场意外让你发现，这个家并不干净，你的家人里并不都是活人，请活到最后，并且找出真相。韩贝塔快速看完规则，他根本没心思钻研，能觉醒百无禁忌天赋，就足以证明他的思维异于常人。对他而言，什么要命的规则都不重要，自己舒服才是头等大事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国家的天选者全都死死盯着规则，恨不得把每个字都拆开来研究，更是拼了命远离窗户。毕竟规则一明确要求，绝不能被血色月光照射。不少外国观众专门盯着龙国直播间，看到韩贝塔不但不紧张，反而给自己换了身衣服。紧接着，他居然被窗外的血色月光吸引，慢慢走到窗边。龙国观众吓得心惊胆战，彻底绝望。外国观众则坐等看韩贝塔被诡异吞噬。可下一秒，所有人都被狠狠打脸，血色月光疯狂钻进他体内，却被百无禁忌天赋直接吞噬吸收，非但没伤到他半分，反而解锁了规则未写明的隐藏强化，让身体素质大幅暴涨。真漂亮的月亮啊，真想咬上一口。龙国怪谈局的领导们也激动得不行，压抑已久的绝望终于散了。可看完韩贝塔的完整资料，所有人的心又瞬间提了起来。韩贝塔确诊为妄想症，人格分裂，但学习与伪装能力极强，曾假扮主治医师骗过全院。此次是越狱后被选为天选者，立刻召集顶尖精神病专家与韩贝塔的主治医生，全程分析他的状态。这一轮绝不能输。6次的惨败让龙国早已濒临崩溃，韩贝塔是唯一的微光，哪怕这微光来自一个疯批，也必须死死抓住。另一边，各国智囊团也察觉韩贝塔拿到了副本最关键的隐藏强化，立刻将此事上报本国高层。白头鹰、樱花国高层又怕又恨，一边下令调查韩贝塔底细，一边死死盯着直播，生怕龙国借着这波隐藏强化彻底翻了身。或许是韩贝塔的目光太过火热，那轮血月羞答答躲进云层里，他对这个怪谈世界越来越感兴趣，觉得比无聊的精神病院有意思多了。真是一个有趣的世界。突然，一声刺耳的惨叫从隔壁传来，看直播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。韩贝塔却一脸淡定，甚至提前看向房门。果然，房门突然被敲响。哥哥，快开饭了，妈让我叫你出来。其他国家的天选者都在犹豫要不要开门，韩贝塔却毫无惧色，直接上前开了门。放眼望去，爸爸坐在客厅看报，厨房飘出饭菜香，看起来很温馨。一个小孩站在门口，正是刚才敲门的弟弟。韩贝塔懒得理会这个装神弄鬼的小鬼，刚要迈步走进客厅，就被抓住了衣角。哥哥，你的头好漂亮啊，可以借我玩几天吗？规则5说过不能拒绝弟弟的小要求，这明显是个死局，答应就会被砍头，拒绝就会违反规则。樱花国、白头鹰观众立刻嘲讽，可他们国家的天选者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。龙国的怪谈局内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智脑组的人务必找到解决方法，绝不能够让韩贝塔出现一丝意外。他认定韩贝塔无论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，可他不知道韩贝塔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，这种小场面根本吓不倒他。弟弟察觉到不对劲，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下一秒，一道残影闪过，弟弟手里的匕首直接被夺走，紧接着清脆的一巴掌狠狠甩在弟弟脸上。小年纪不学好，还敢玩刀，我没收了。这一巴掌不仅打懵了弟弟，更让全球观众集体蒙圈。在怪谈世界里，招惹诡异只有死路一条，这是所有人的共识。全球观众此时都认定他这回是死定了。龙国怪谈局内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刚升起的一点希望彻底破灭。奎局仿佛瞬间老了好几岁，满脸都是绝望。怪谈世界里，挨打的弟弟周身黑气翻涌，暴怒的杀意瞬间锁定韩贝塔，眼看就要彻底爆发。你敢打我，我要宰了！妈！不等愚蠢的欧豆豆完成变身，韩贝塔直接朝着厨房大喊一声，厨房的切菜声瞬间停下，带着强大压迫感的脚步声传来。前一秒还凶神恶煞的弟弟瞬间僵住，刚才还诡异的眼神，现在变得清澈且愚蠢。看直播的观众也全都懵了，狂刷666。原来韩贝塔早已通过规则推算出破局关键。规则3，妈妈虽然有的时候性格比较暴躁，可她对你的爱是真实的，不要试图激怒她、忤逆她、拒绝她。规则4，爸爸对你的爱也是真的，可却是掺杂着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请不要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跟爸爸独处，请保持一定距离。规则6，家里的大黄狗是你从小养到大，是你最为忠实的狗腿，也是值得信赖的存在。不过它能做的事情很少，毕竟它只是条傻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眼前的熊孩子最怕什么？是性格暴躁的妈妈，还是沉默寡言的爸爸，亦或者是一条傻狗？很显然，妈妈才是弟弟的克星。很快，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她扫过弟弟脸上的巴掌印，最终定格在韩贝塔身上。
什么事？韩贝塔瞥见妈妈手中的断臂，再结合刚才隔壁传来的凄厉惨叫，瞬间理清思绪，这应该是隔壁邻居的肢体，印证了规则8的隐藏陷阱。规则8，隔壁邻居和妈妈的关系不错，喜欢经常过来敲门拜访，请不要打开房门放他进来。看着身旁瑟瑟发抖的弟弟，韩贝塔没有告状，反而帮弟弟打圆场，尽显长子姿态。妈，饭做好了没有？我跟老弟都饿了，你说是吧？老弟。弟弟没想到哥哥会帮自己，连忙顺着话头应声，可语气太过微弱，瞬间惹怒了韩贝塔。你看妈没吃饭啊，跟妈说话这么小声。这突如其来的第2巴掌，让弟弟满心都是屈辱和不解。刚刚还上演兄弟情深，转头又被亲哥暴打，怨毒的眼神几乎要溢出来。而韩贝塔眼里的风劲让他瞬间怂了，连忙低头服软，心里却把这笔账死死记下。韩贝塔见状才收了手，摆出长子管教弟弟的姿态，完全融入家庭角色。妈，老弟有些不听话，我做哥的教育教育他，没关系吧？妈妈的目光落在韩贝塔手中把玩的锯齿匕首上，开口追问匕首来历。韩贝塔顺势把锅甩给弟弟。哦，这个啊，老弟送我的，你说是吧？老弟。对。妈妈看了眼兄弟2人，只叮嘱一句便返回厨房。这场危机被韩贝塔轻松化解，不仅拿捏住诡异弟弟，还白嫖了一把诡异锯齿匕首，堪称天胡开局。屏幕前的龙国观众彻底沸腾，从绝望转为狂喜，纷纷称赞韩贝塔智商在线，不仅破解死局，还拿到了稀有怪谈道具。外国观众则眼红到极致，心态彻底崩盘。龙国怪谈局内，魁局连声赞叹韩贝塔是龙国的希望，而白头鹰、樱花国等高层坐不住了。怪谈道具是稀有至宝，此前只有白头鹰侥幸获得过一次，眼见韩贝塔步步领先，他们当即决定动用第一次提醒机会，帮自家天选者抢占先机。与此同时，各国天选者还被弟弟堵在门口，突然收到了本国发来的紧急提醒，全都想照着韩贝塔的操作抢好处。樱花国天选者藤木美马怎么也不肯相信，龙国那个被称作精神病的天选者不仅看破规则陷阱，拿到血色月光隐藏福利，还从诡异弟弟手里夺下了怪谈道具。既然有了正确答案，收拾一个小鬼简直易如反掌。龙国人能做到的，我藤木美马只会更强。他自以为拿捏了通关诀窍，摆出长子姿态，对着诡异弟弟颐指气使，甚至想直接教训诡异，复刻韩贝塔的操作。可他不知道，韩贝塔的急速反应和3S 天赋加持是他根本比不了。藤木美马伸手就要抢夺，可在恐怖诡异眼里，他的动作慢得像龟泡。凄厉的惨叫响彻走廊，诡异污染顺着伤口疯狂涌入藤木美马体内。危急关头，他的身上赫然绽放出一抹金光，以某器官消失为代价，才勉强抵消了致命污染。原来这是他的 S 级天赋5之替换强行触发，这个天赋能以自身5之为代价抵消诡异污染，一次副本可以抵御5次，但副作用是代价随机，他根本不知道会失去哪一处肢体。上一个怪谈世界，他靠着天赋硬扛5次致命危机，勉强活到最后，以最低评价返回现实，肢体才得以恢复。即便评价最低，他依旧被誉为樱花国史上最强男人。可现在刚进入怪谈世界，他就被坑掉一次天赋机会，不仅失去了某些部位，还被砍断一只手，等于白白丢掉2次保命机会。该死的龙国人用假情报害我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厨房的妈妈被惨叫声吸引而来，熊孩子立马换上一副乖巧模样，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。屏幕前的樱花国观众见状彻底崩溃，不少女性观众当场泪崩。与此同时，白头鹰天选者杰森也照搬韩贝塔的操作，结果同样被斩断右臂，靠着 S 级天赋替死之眼损耗视力才勉强保命。其他一众小国天选者更惨，没有顶级天赋兜底，强行抢刀后直接被诡异污染吞噬，彻底淘汰出局。短短片刻，全球大半天选者接连陨落，剩下的寥寥数人也陷入绝境。这个看似温馨的家庭副本，实则是堪称无解的死亡炼狱。大棒帝国天选者朴国胜察觉到风险，直接放弃抢夺，想学着韩贝塔的样子喊老妈，却因为脸上露出明显的恐惧神情，触犯了规则10，最终也沦为诡异养料。规则10，在家人面前不要露出害怕的样子，不要表现奇怪，你就是这个家的一员。接二连三的惨败让各国高层彻底蒙圈，白头鹰、樱花国非但不反思自身问题，反而把锅甩给龙国，叫嚣着要让龙国赔偿损失。龙国怪谈局内，魁局看着各国的谴责文书，当场霸气回怼。关我们什么事？让他们吃屎去吧！怪谈世界内，妈妈返回厨房后，弟弟看着韩贝塔手中的锯齿匕首，心有不甘，试图讨要回来。没了妈妈的压制，他又觉得自己行了。还给我！韩贝塔眼神平静，却自带压迫感，百无禁忌天赋隐隐泛起微光，一股淡淡的癫狂气息笼罩周身。熊孩子弟弟瞬间被这股气场震慑，心底涌起难以抗拒的恐惧，甚至有种被血脉压制的错觉。这就是你跟哥哥说话的态度？弟弟吓得浑身发抖，赶紧低头认错，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。韩贝塔见状，眼底的红光慢慢消失，身上的压迫感也散了，可说出的话让弟弟委屈极了。这么小声，没吃饭，那等吃完饭再打你。韩贝塔转身走向客厅，弟弟满脸憋屈，又敢怒不敢言。自己明明是诡异，却被训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他还是个孩子，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屏幕前的龙国观众彻底沸腾，此前的绝望全都烟消云散，就连青山精神病院的院长都亲自现身，证实了韩贝塔的身份。消息一出，众人纷纷调侃要去精神病院进修，整个龙国的氛围都变得热血沸腾。怪谈世界内，韩贝塔完全没察觉外界的轩然大波，他的各项情报早就被摆在了各国高层的桌上，各方势力都想查清他的来历和本事，可这些对韩贝塔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除了血色月光带来的小幅身体强化，韩贝塔超快的出手速度，熟练完匕首
手的技巧，全都是在青山精神病院学的。他从小被送进病院，因为身份特殊，能自由进出所有病房，就连戒备森严的绝密重症病房也可随意出入。病院里卧虎藏龙，有整日神神叨叨，年轻时能忽悠权贵，后来突然疯掉的老者，有自称道门最后传人，做事太绝导致家人离世，最后发疯入院的邋遢老头。韩贝塔是穿越者，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短短几年就学会了所有人的绝技，甚至比他们更厉害，被院里的老疯子叫做小怪物。这些明面上的经历，外界稍微查一查就能知道，但他是穿越者，体内藏着另一个存在的秘密，不管各国怎么挖空心思，也永远查不出来。比起自己的身世，韩贝塔更在意手里的匕首，他能清楚感觉到匕首一直在渴求血肉，耳边还回荡着深渊般的低语，这声音足以让普通人发疯自残。可这种蛊惑对韩贝塔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让他体内的另一个存在躁动起来。滚回去！吓人的诡异威压瞬间散开，原本躁动的匕首变得无比温顺。外界一直说他有严重的妄想症和人格分裂，可只有他自己清楚，体内的另一个存在是他穿越之后才出现的。看来那个家伙很喜欢你啊。与此同时，白头鹰高层怒斥情报部没用，抱怨龙国封锁情报太严，樱花国高层气急败坏，骂卧底探子办事不力，还扬言要报复龙国。龙国怪谈局里，局势因为韩贝塔彻底扭转，这次怪谈世界的难度堪称无解，白头鹰等强国的天选者接连失败，他们的附庸阵营出现裂痕，好几个小国主动找龙国合作，中立国家也纷纷示好，韩贝塔成了龙国崛起的关键。而魁局拿着韩贝塔的绝密资料，眉头紧锁。资料上写得很清楚，韩贝塔是孤儿，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，后来被一对夫妇收养。8岁那年，养父母离奇死亡，亲戚为了抢遗产，强行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而那些抢了遗产的亲戚，后来也全都离奇身亡。怪谈世界的客厅里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看着报纸，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问。他就是规则里提到的父亲。韩贝塔走进客厅的瞬间，就察觉到一道隐蔽的目光从报纸后面死死盯着自己。规则4明确标注了危险，这个看起来不爱说话的一家之主，是家里唯一被标记危险的人。比调皮的弟弟、吓人的妈妈还要神秘可怕。按照正常的生存思路，本该远离危险的父亲，其他活下来的天选者也都被死亡危机吓破了胆，刻意躲着父亲。韩贝塔却偏偏反着来，大摇大摆地坐在父亲旁边的沙发上。父亲依旧假装看报纸，可那道窥视的目光越来越放肆。韩贝塔不但不怕，甚至故意背对父亲，摆明了给对方动手的机会。韩贝塔天生就无视规则，爱冒险，做事全凭心意，这份天性也让他觉醒了 SSS 级天赋，百无禁忌。每个天选者的天赋都是内心最真实的样子。屏幕前的外国观众纷纷嘲讽韩贝塔自寻死路，龙国观众则强势回怼，两边吵得不可开交。龙国怪谈局里，魁局等人选择相信韩贝塔，静静看着事态发展。从进入怪谈世界到现在，韩贝塔一路横推，根本不需要官方帮忙，反倒让怪谈局成了旁观者。韩贝塔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看向角落的大黄狗。规则6写着，大黄狗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忠犬，是家里唯一值得信任的存在。但是本事不大，但规则不一定是真的，真假必须亲自验证。他使出通用换狗术，发出狗子最爱听的做作声。大黄狗耳朵竖起，尾巴轻摇，却故意不动。作为一条高傲的大黄狗，他没轻易回应召唤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韩贝塔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他能沉得住气，看来是条心性稳重的老狗，当即使出了杀手锏。 What the dog doing? 狗子像接到开机密码一样，撒欢扑到韩贝塔身边，抱着他的大腿蹭来蹭去，一副讨好模样。还真是我的狗腿子，哟吼，还是位小公举。韩贝塔和狗子玩耍的瞬间，客厅的气氛突然变得凝固，原本安静的空间变得压抑死寂。父亲的呼吸变得又粗又急，一股藏到极致的杀气像寒气一样慢慢散开。大黄狗发出尖锐的警惕叫声，拼了命提醒主人身后有致命危险。可韩贝塔依旧假装没察觉，看起来毫无防备。其实周围的一切动静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。父亲悄无声息地站起来，他的长相一点都不诡异吓人，可这种过分的正常反而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宽厚的大手带着刺骨的寒意，悄悄伸向韩贝塔的后脑勺，每靠近1寸，客厅的压抑感就重1分。外界的观众疯狂刷屏，想提醒韩贝塔，却只能隔着屏幕眼睁睁看着这场致命危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一道阴恻恻的童声突然打破客厅的死寂，硬生生打断了这场致命杀局。爸爸，哥哥，可以开饭了。父亲突然停住动作，一言不发地朝厨房走去。韩贝塔右手掌心藏着的刀尖悄悄收回，他转头看向墙角，正好撞见弟弟正小心翼翼偷看自己。这个看似调皮的诡异弟弟，居然在关键时刻救了他。比起韩贝塔的从容淡定，樱花国天选者藤木美马此刻狼狈到了极点。他正跟一脸懵的狗子挤在狗窝里，他早就打定主意，只要父亲有一点动静，就立刻把怀里的狗子扔出去挡灾，再大喊着叫来妈妈，想用诡异对付诡异，用规则破解规则。经历过刚才的惨痛教训，他认定是因为没沐浴血色月光，没拿到隐藏加成才会惨败。可弟弟一直追着他，他根本没法回房间，这才只能躲进狗窝苟活。毕竟弟弟怕父亲的威严，不敢轻易靠近客厅。屏幕前的龙国观众看得热血沸腾，一边赞叹韩贝塔的气场碾压，一边好奇弟弟的反常举动，更忍不住调侃藤木美马躲进狗窝的狼狈模样。樱花国观众满心屈辱，把藤木美马的狼狈全都怪在韩贝塔身上，却丝毫不想想自家天选者有多无能。龙国怪谈局内，众人结合韩贝塔的试探，快速梳理规则真假。智脑组提议把情报传给韩贝塔，却被魁局直接拒绝。不必了，我们能推算出的，他早就看透了，没必要浪费提醒机会。众人看着游刃有余的韩贝塔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位天选者的思路和眼界早已远超所有人。与此同时，白头鹰、樱花国赶紧整理情报，动用第2次提醒机会发给自家天选者。可就算拿到情报，这些天选者依旧深陷困境之中。
餐桌上摆满家常饭菜，闻着很香，却透着说不出的奇怪。韩贝塔走进餐厅时，母亲正面无表情地给大家盛汤。站在那做什么？过来吃饭！一家三口一齐看向他，淡淡的诡异污染想把他变成家庭的一部分。可韩贝塔坦然和一家三口对视，眼里没有半点害怕，那股压迫感瞬间消失，三人的目光也纷纷移开。餐桌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，桌上的四菜一汤看着很普通，可中间的汤锅散发出奇怪的浓香，滚烫的汤里泡着整齐的带骨肉块，其中一节指骨上还戴着一枚金戒指，这分明是用隔壁邻居的断臂煲的汤。母亲把一碗排骨汤推到韩贝塔面前，弟弟立刻装出乖巧的样子。哥哥，这可是妈辛苦煲的汤，你必须全喝完，不然妈会生气的。你在教我做事？弟弟刚想哭闹发飙，瞥见沉默吃饭的父母，立刻怂了。就在韩贝塔准备教训这个小鬼时，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父亲当即直勾勾盯着韩贝塔，示意他去开门。可韩贝塔直接无视，母亲接着开口吩咐他去开门。与此同时，韩贝塔感觉裤脚被扯了扯，原来是大黄正咬着他的裤腿拼命摇头。韩贝塔立刻明白，结合规则8的提示，门外就是丢了断臂的邻居。规则8，隔壁邻居和妈妈的关系不错，经常过来敲门拜访，请不要打开房门放他进来。这正好是验证规则的好机会，他懒得亲自冒险，目光直接落在地位最低的弟弟身上。去开门！弟弟满心不甘却不敢反抗，只能憋屈的朝门口走去。这就是韩贝塔一开始就打服弟弟的好处。其他天选者的家庭地位是父母、弟弟、天选者大黄狗，而韩贝塔直接改写了秩序，父母、韩贝塔、弟弟、大黄狗，弟弟成了他随手能用的挡箭牌，而弟弟天生叛逆，既吃不记打，可韩贝塔就喜欢他这股越挫越勇的劲，正好拿来练手。另一边，白头鹰天选者杰森的处境惨到了极点，他被逼着喝下肉汤，肚子胀得像怀胎10月。面对餐桌上一家三口的逼迫，身处最底层的他根本没有拒绝的资格。恐怖的压力和诡异污染疯狂吞噬他的意志。这个怪是这主是神经，根本没人能活下来。餐桌下的大黄狗拼命咬他的裤腿阻拦，却根本没用。杰森只能在绝望中走向门口，门外的敲门声像索命的声音，不断撕扯他的神经。樱花国天选者藤木美马则缩在狗窝里，不管餐厅里怎么喊，都装作没听见。可没过多久，他的眼皮越来越沉，最后陷入熟睡。不管身边的大黄狗怎么挣扎，都叫不醒他。樱花国高层急得发疯，动用第3次提醒机会也没用，藤木美马彻底没了反应。屏幕前的龙国观众看着他国天选者的狼狈模样，纷纷调侃反击，狠狠出了之前被嘲讽的恶气。韩哥这家庭地位直接拉满，弟弟成了专属工具人，笑不活了。杰森怀胎10月，藤木直接睡死在狗窝。大爸，藤木君只是睡着了，很快就会醒的。都是韩贝塔的错，害我们陷入绝境。樱花国观众心急如焚，却只能无能狂怒。而韩贝塔这边，弟弟已经走到门口，听着门外越来越响的开门声，心里的不爽瞬间爆发。刚想发飙怒骂，门外就传来凄厉的哀嚎。把我的手还给我！弟弟瞬间被吓得再也不敢嚣张，他没有妈妈持刀砍人的痕迹，连趁手的匕首都被韩贝塔抢走，只是个欺软怕硬的小鬼。门外的哀嚎越来越尖，餐厅里的妈妈起身要去厨房拿菜刀，爸爸也面无表情地看向门口。就在这时，韩贝塔端起桌上热气腾腾的肉汤，慢悠悠朝门口走去。父母看着韩贝塔的背影，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和欣慰。不等门外的邻居反应，韩贝塔一脚狠狠踹在大门上，紧接着把手里的热汤狠狠砸在地上。好你妈呢！好，那玩意儿早剁碎喂狗去了。大黄狗凑上前闻了闻汤汁，一脸嫌弃地摇了摇头，得，狗都不吃。身后的父母瞬间停住动作，目光冷冷看向韩贝塔，显然被冒犯到了。弟弟也蒙圈地看着霸气护着自己的哥哥，眼里泛起奇怪的光芒。直播间的龙国观众直接笑喷，被韩贝塔这波神操作逗得捧腹大笑。樱花国观众气急败坏，巴不得邻居冲进来报复韩贝塔。门外的邻居被彻底激怒，自己的手被砍来煲汤就算了，还被喂狗，被狗嫌弃，这份屈辱让他彻底疯了。韩贝塔淡定看着快要塌掉的大门，脚下的大黄狗吓得浑身发抖，直立起身死死抱住他的左腿，熊孩子也抱着他的右腿躲在身后。傻狗抱大腿我懂，你怎么回事？被外面的残废吓成这样。熊孩子被对得一脸尴尬，刚想抬头反驳，看到韩贝塔抬起的手，瞬间乖乖低头，再也不敢嚣张。韩贝塔看着反差十足的弟弟，眼里闪过一丝玩味，他早就想和怪谈生物正面交手。门外的邻居正好成了最合适的试验品。屏幕前的龙国观众满心期待，看着韩贝塔即将出手，自豪感拉满。樱花国观众还在寄希望于昏睡的藤木美马。另一边，白头鹰天选者杰森凄惨到了极点，被逼开门的他被邻居挖走一颗眼球 ，S 级天赋替死之眼直接废了一半，仅剩的左眼也模糊不堪，肚子胀痛的瘫倒在地，只有身边的大黄狗还忠心陪着他。白头鹰高层看到杰森的惨状，非但没有心疼，反而破口大骂他是废物，全然忘了他曾经为帝国立过的功劳，尽显见利忘义的本性。门外的邻居听到韩贝塔只顾着和弟弟打闹，误以为家里的大人都不在，胆子瞬间大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撞开一道小缺口，邻居吓人的手臂悄悄伸了进来。韩贝塔看准时机，一脚狠狠踹在松动的铁门上，瞬间把邻居的手臂死死夹住，袖子里藏着的匕首瞬间出鞘，化作一道暗夜寒光，轻松斩断邻居的手臂。门外的惨叫戛然而止，只剩下惊慌逃窜的脚步声和怨毒的嘶吼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直播间的龙国观众彻底沸腾，在此之前，从来没有天选者敢正面硬刚怪谈生物，更别说干脆利落的斩下对方手臂。而樱花国观众彻底绝望，藤木美马昏睡不醒，韩贝塔却一路横推，白头鹰观众满心绝望，曾经的世界灯塔，如今却被龙国天选者碾压的体无完肤。这一刀让韩贝塔彻底确定，怪谈生物不是无敌的，甚至是可以杀死的。
而刚才斩下手臂的瞬间，滚烫的暖流涌入他的体内，剧痛过后，身体素质全都被大幅强化。这匕首竟然能吞噬诡异反哺自己，简直太合我胃口了。邻居怨毒的骂街声还在继续，韩贝塔做事向来不留后患，斩草就要除根，既然动手了，就当场了结这个诡异。他从厨房拎出黑色垃圾袋，在一家三口微妙的注视下，气势汹汹地杀向隔壁。他随手掰弯曲别针，几下就撬开房门，这手绝活，不过是他在青山精神病院学到的基础技能。门后的邻居本想来个偷袭，可韩贝塔根本没进门，从垃圾袋里掏出小型煤气罐和防风打火机，拧开阀门点燃火源，整套动作快得行云流水。他把点燃的煤气罐用袋子封好，一脚踹开房门，随手将炮仗扔了进去。门后的邻居还没反应过来，震耳欲聋的轰鸣瞬间炸响。龙国观众见状瞬间笑到失控，满屏都充斥着欢快的气息，纷纷惊叹韩贝塔一言不合就引爆煤气罐，这般操作根本不像是从精神病院走出的人，反倒像是身经百战的战场老手。傻狗，跟上！大黄狗立马屁颠冲过来，狗的嗅觉和警觉远超人类，就算邻居重伤断臂，韩贝塔也依旧谨慎。一人一狗踏进房门，只见屋里一片焦黑，他带着大黄狗仔细搜查，却没找到邻居的半点踪迹，整间屋子空无一人。韩贝塔瞬间明白，怪谈生物不光有肉身，还藏着诡异手段，物理攻击并不能彻底将其击杀。他不再逗留，带着狗子折返家中。一家三口坐在餐桌旁，目光齐刷刷投向他。母亲的眼神带着隐晦的关切，父亲眼底意味难明，弟弟则藏着一丝激动。韩贝塔无视三人的目光，径直看向门口。邻居被斩下的断臂早已褪去黑气，露出焦黑恶心的真面目。他毫无嫌弃地捡起断臂，转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外界观众看着这一幕，彻底陷入沉默。其他天选者面对邻居非死即伤，杰森被挖眼，藤木昏睡等死，唯有韩贝塔毫发无伤，还能反杀上门，捡走断臂炼体。他这百无禁忌的做派，彻底颠覆了所有人对规则怪谈的认知。白头鹰帝国高层齐聚，智囊团分析后得出结论：韩贝塔能在怪谈世界横行，除自身胆大强悍外，核心依仗是那柄能伤到诡异的匕首。这是怪谈世界出现的第二件诡异道具，价值远超白头鹰掌握的辅助道具十字架之星。白头鹰高层忌惮龙国借此崛起，动摇自身霸主地位，当即定下阴狠计谋。启动潜伏人文，韩贝塔会归显示和立刻定位注射，夺回匕首，却不能让龙国崛起。樱花国也心生歹念，想借白头鹰之手打压龙国。而怪谈世界里，藤木美马早已忘记身处险境，被大黄狗舔醒后，他才惊觉自己还在危机四伏的诡异之家。极致的饥饿瞬间席卷而来，他进入怪谈后滴水未进，还接连失去肢体，身体虚弱到了极点。大黄狗看出他的饥饿，叼来爸妈吃剩的饭菜。饿疯了的藤木美马待在饭碗前疯狂进食，但他丝毫没察觉客厅的时钟已经走到晚上10点，彻底触犯了规则2的禁忌。规则2：晚上10点的时候必须入睡，不要离开卧室，听到敲门声不要打开。大黄狗突然疯狂吠叫，拼命提醒他身后的危险，而妈妈如幽灵一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。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睡觉？诡异污染瞬间席卷而来，藤木美马的 S 级天赋5之替换触发，又一条大腿化为灰烬，可依旧难逃一劫。仅存的一手一脚随后也瞬间消失，彻底的无法动弹，当场昏死了过去。接着妈妈就这样拖着藤木美马走向厨房。大黄狗见状，周身皮肉蠕动，竟要挣脱狗的伪装，变身诡异。这时弟弟不屑地指着大黄狗：傻狗，别回去，不要逼我弄你！就在外界观众以为藤木美马会被做成肉汤时，剧情迎来惊天反转。妈妈舀起一碗重肉排骨汤，强行喂给昏迷的藤木美马，又将他拖回房间放到床上，细心盖好被子。关门时，阴冷的眼珠里闪过一丝极淡的柔和。龙国怪谈局内，智脑组分析出关键线索：诡异肉汤暗藏污染，喝下的天选者都会复长。大黄狗是守护天选者的友善诡异，妈妈的行为充满矛盾。魁局当即下令使用提醒机会，将这些情报发送给韩贝塔。外界观众也被这波反转彻底惊呆，龙国观众期待韩贝塔接下来的操作，樱花国观众松了一口气，白头鹰观众则满心忌惮。怪谈世界的房间内，韩贝塔正解剖着那只断臂，靠着在青山精神病院学到的外科技巧，轻松满足对诡异生物的猎奇探究。断臂内部的猩红血肉仍在微微蠕动，残存着诡异活性。韩贝塔瞬间理清关键线索：怪谈生物的肢体脱离本体后仍能存活，取回便可断肢重接，这正是恐怖邻居上门锁臂的原因。而母亲煲的肉汤同样保有诡异活性，误食者必将遭遇不测，也难怪当时大黄狗会拼命阻拦。韩贝塔将这些零散线索串联，已然窥探到怪谈世界的核心真相，只差最后一步验证。就在这时，龙国怪谈局的情报纸条凭空浮现，韩贝塔扫过一眼便撕碎纸条，心中的猜测彻底坐实。他来到窗边，这诡异月光对他而言是绝佳滋养，就连体内的神秘存在也格外偏爱。临睡前，韩贝塔特意将解剖后的断臂放在窗沿，月光让断臂的活性愈发旺盛。龙国怪谈局内，众人对这一举动疑惑不解，唯有魁局一眼看穿他的真实意图。他这是在钓鱼。夜幕渐深，窗外悄然浮现一双怨毒的眼睛，是恐怖邻居。他早已化作蜘蛛般的异形。此前韩贝塔搜房时，他一直躲在屋外潜伏，如今恰好给了他复仇的绝佳机会。恐怖邻居悄无声息翻窗而入，用肉牙触须卷过断臂，猩红肉牙瞬间将断臂重新接好。他的目光死死锁定蒙头熟睡的韩贝塔，怨毒之意几乎溢满双眼。他凝聚成尖刺的手臂狠狠刺向床铺，预想中的血肉飞溅并未出现，被子下只有一个开膛破肚的玩具公仔。他瞬间意识到自己中计，突然一道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，韩贝塔的气息带着极致的暴虐与压迫，死死锁定眼前的诡异生物。
你是在找我吗？迷茫的小家伙。匕首如黑色闪电般斩断恐怖邻居刚接上的手臂，不等对方哀嚎，韩贝塔便用膝盖将其死死按在床上。3S 级天赋百无禁忌彻底爆发，强行压制住对方的诡异黑气，直接废掉他的核心能力。韩贝塔如同庖丁解牛般剥离对方血肉，恐怖邻居瘫软在地，沦为烂泥，再也没有反抗之力。血色月光下，韩贝塔俯瞰脚下的诡异生物，冷静疯批的气场拉满。这场钓鱼反杀以韩贝塔的绝对完胜落幕。彻底制服恐怖邻居后，韩贝塔的气息变得暴力疯狂，和刚才冷静淡漠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之前为了快速解决隐患，他不仅设下陷阱引对手上钩，还主动松开压制，放出了体内蛰伏的黑暗存在。这道存在是韩贝塔穿越后由自身恐惧、绝望和所有负面情绪凝聚而成的黑暗面，代表着最原始的杀戮与疯狂。韩贝塔给他取名兽，兽是纯粹的疯子，做事完全不顾生死后果。上一次他出现后，韩贝塔差点丢掉性命，但兽的战斗力极其恐怖，出手狠辣干脆，是天生的杀戮机器。韩贝塔甚至怀疑自己的3S 级天赋百无禁忌，正是因为兽的存在才被激活。又要卸磨杀驴，事情解决了就把我关回去。作为身体的绝对主人，韩贝塔很快夺回控制权。他不想多浪费时间，举起匕首刺穿了邻居的头颅，再配合天赋力量将他彻底灭杀。一股狂暴的暖流从匕首涌入他体内，强化效果远超之前断臂带来的提升。韩贝塔的一举一动被全世界的观众清晰看到，全都在震惊韩贝塔刚才像是换了个人。青山精神病院的方院长现身说明，证实韩贝塔并不是精神病，体内确实存在特殊存在。通过他的讲解，也让众人彻底认清韩贝塔根本不是精神病，而是实打实的顶尖强者。暖流消失后，韩贝塔清楚地感觉到身体发生了巨变，他不仅完成了全方位的体质强化，还打破了束缚人类潜能的枷锁，已经开始朝着非人的方向进化。他也彻底摸清了匕首的恐怖能力，斩杀的诡异越多，自身实力就越强。这时，一阵强烈的饥饿感突然袭来。进入怪谈世界后，他滴水未进，他随手将诡异尸体扔出窗外，直接推开房门出去找吃的。龙国观众全都揪心不已，生怕他遭遇不测。樱花、白头鹰等国观众则幸灾乐祸，等着看韩贝塔触犯规则翻车。屋外一片漆黑，韩贝塔却毫不在意，径直朝厨房走去。打破人体枷锁后，他获得了夜视能力，一点微弱的光线就能让他看清周围，感知力也大幅提升。经过客厅时，一阵细碎的声响打破了寂静，声音是从卫生间传出来的，而规则里正好有针对卫生间的明确要求。规则9，不论任何时候，上厕所前要开灯，等看清楚里面究竟有没有人在，再进去。直播间的龙国观众瞬间绷紧了神经，生怕韩贝塔因为好奇陷入危险。可韩贝塔直接停在了卫生间门口，虚掩的门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既像憋着气，又像在哀嚎。他反而听出了几分熟悉的猥琐感。韩贝塔推开卫生间门，眼前的画面让气氛瞬间变得诡异又尴尬。大黄狗像人一样蹲在马桶上，夹着一本杂志，浑身发抖，脸上满是贱兮兮的表情。你继续，当我没来过。韩贝塔随手关上门，留下一脸懵的大黄狗待在原地。龙国观众瞬间被这个反差萌场面逗得爆笑不止，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。樱花、白头鹰观众则满心惋惜，觉得韩贝塔只是侥幸躲过一劫。韩贝塔心里对这条傻狗的定位更加清晰，他是忠诚度拉满的友善诡异，但战斗力很弱，在这个家里处于底层，只能勉强当做普通天选者的保命符。他没心思在意这个小插曲，现在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这时，一股隐蔽的恶意目光突然射来，走廊偏僻房间的门缝里，熊孩子弟弟正探出脑袋。大晚上不睡觉，为什么要到处乱跑？熊孩子释放的诡异污染对其他天选者来说是致命威胁，可在拥有3S级天赋的韩贝塔面前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韩贝塔不仅没有后退，反而平静地朝熊孩子走去，甚至掰动着手指。熊孩子瞬间想起之前被暴打的痛苦，他赶紧缩回头锁死房门。可这点阻碍对韩贝塔来说跟没有一样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再过来我就喊人了。10分钟后，韩贝塔拿着一个老旧相框走出房间，屋里只留下被教训后缩在地上发抖的熊孩子。相框里是一家4口的温馨全家福，可原本应该是哥哥的那张脸被火烧出了一个大洞。龙国观众还沉浸在韩贝塔收拾熊孩子的快乐中，刷屏夸赞他是熊孩子克星。画面切换到樱花国，藤木美马昏昏沉沉的醒来，发现自己四肢齐断，肚子还诡异的鼓了起来。妈妈拿来刚熬好的肉汤，强行灌进藤木美马嘴里，让他的肚子鼓得更大。随后他再次陷入昏睡，紧接着镜头转向白头鹰国，天选者杰森断了一只手，瞎了一只眼，肚子同样鼓得异常。他想触碰血色月光，却被白头鹰高层紧急叫停。此前已经有小国天选者因为接触血色月光惨死，各国这才发现血色月光只有韩贝塔能免疫诡异污染。门外的弟弟还在不断催促他开门，他缩在角落死活不肯出门，饥饿感不断蚕食着杰森的理智，目光不受控制地看向为了保护他而重伤濒死的大黄狗。最终，房间里响起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啃咬声，门外的敲门声也跟着消失了。韩贝塔在厨房里四处翻找食物，橱柜、垃圾桶全都空空如也，只有冰箱里可能还有吃的。就在他靠近冰箱时，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强大的压迫感瞬间笼罩全身。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睡觉？只见妈妈拿着菜刀站在身后，作为怪谈世界的高阶诡异，她的威压远胜熊孩子和恐怖邻居。外界观众见状全都屏住呼吸，生怕韩贝塔重蹈藤木美马的覆辙。可韩贝塔一脸的淡定从容。妈，我饿了。妈妈死死盯着神色平静的韩贝塔，手中的菜刀微微抬起。外界观众都以为韩贝塔必死无疑，可下一秒，妈妈却径直绕过韩贝塔走向灶台，丝毫没有要动手的意思。韩贝塔从容地坐在餐桌旁，他神态悠闲，完全没有面对高阶诡异的紧绷感。这一幕让各国观众彻底懵了。
怪谈世界里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面被端上餐桌，上面还握着2颗溏心荷包蛋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，这才是妈妈的味道。韩贝塔早就饿得饥肠辘辘，他当即大口吃了起来，片刻就把面条和荷包蛋吃得一干二净。这期间，妈妈一直坐在旁边，两人距离极近，她随时都能取走韩贝塔的性命。可看着狼吞虎咽的韩贝塔，她的眼底闪过一丝极淡的柔和，随后目光又落在桌上的残缺相框上。相框哪来的？老弟房间看到的，觉得有趣就拿来了。对了，妈，照片上的一家4口是您和爸，还有我跟老弟，对吧？韩贝塔突然直视眼前的妈妈，突然打起了明牌。外界观众瞬间察觉到不对劲，全都绷紧神经，预感韩贝塔要铤而走险。是的，照片里没脸的那个人是我爸。是的，妈，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妈妈脸上的柔和彻底消失，直接回避了问题，还催促韩贝塔赶紧去睡觉。而韩贝塔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他洞悉了这个怪谈世界的核心秘密：天选者的身份只是虚假伪装，诡异只认可设定，却没有真实记忆，这也是诡异敌视天选者的根源。韩贝塔若无其事的起身准备回房，妈妈眼中的杀意突然爆发，高举菜刀对准了他的后背。外界观众见状心惊胆战，龙国观众更是揪心不已。龙国怪谈局内，奎局和一众高层心急如焚，怒斥韩贝塔行事鲁莽，差点葬送全部优势。反观白头鹰、樱花国高层全都冷眼旁观，幸灾乐祸，等着韩贝塔殒命。不少墙头草势力也暂缓了向龙国靠拢的脚步。妈妈的阴影即将笼罩韩贝塔的瞬间，他却突然转过身，径直朝着妈妈走去。怎么了？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，妈，晚安。韩贝塔张开双臂抱住妈妈，匕首抵在对方后背，随时都能发动致命一击。妈妈高举的菜刀僵在半空，心底的母性被触动，最终缓缓放下了凶器。韩贝塔收回匕首，乖巧地走向房间。妈，我先睡了，您也早点休息。韩贝塔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，妈妈却突然喊出他的名字，韩贝塔瞬间僵在原地，此前的推论彻底被推翻。怎么了，妈？别总欺负你弟，他心里一直崇拜你。韩贝塔目光扫过餐桌下方，发现熊孩子正缩在那里，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应声答应后走进了房间。龙国观众瞬间松了口气，疯狂夸赞韩贝塔演技丰神。樱花、白头鹰观众气急败坏，满心不甘。各国观众也被这波烧脑反转折服，越发好奇后续剧情。怪谈世界内，韩贝塔反复回想妈妈刚才的反常举动，越发觉得这个怪谈世界的隐秘远比表面更深。温情的假象下藏着数不清的算计。忽然，他口袋里的规则纸微微发烫，原本10条规则下方突然出现2条完全矛盾的新规则。规则11，家人已经察觉到了你身上的异常，平静的生活极有可能走向未知的情况。不过，作为家人的一员，他们不会对你有任何恶意，请留在家中静观其变。规则12，逃，快逃！在天亮之前逃离家中，否则将会有无法承受的事情发生。2条规则一留一逃，完全相悖，留下等于把生死交给未知的诡异，吉凶难料；逃跑则要直面外界的诡异杀机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。此时已是半夜12点，离天亮只剩5、6个小时，所有天选者的抉择时间都少得可怜。白头鹰高层经过智囊团反复分析，笃定逃跑才是杰森的唯一生机，可惜3次提醒机会早已用尽，只能寄希望于杰森自己做出正确选择。而樱花国高层则彻底摆烂，藤木美马4只竞断形同废人，除了留在家里被动等死，根本没有反抗或逃跑的余地。冰熊帝国则完全信任自家天选者列夫斯特的判断，默认他会选择逃跑，同时暗中留意龙国动向，盘算着怪谈结束后与龙国明面合作。龙国怪谈局内部，智脑组更倾向于建议韩贝塔逃跑，毕竟屋内的父母神秘莫测，实力远胜之前的诡异，真动手韩贝塔未必能占上风。可众人也清楚，韩贝塔向来我行我素，根本不会被外界建议左右。奎局反倒神色淡定，坚信他看似荒谬的举动下藏着深意。身处怪谈核心的他，比任何人都清楚该怎么选。海内外无数目光死死盯着韩贝塔，有人赌他留，有人赌他逃，甚至不少人私下开了赌局。可韩贝塔的举动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，他打了个哈欠，竟然直接上床睡觉，丝毫不在意走还是留。在他眼里，熬夜伤身，睡觉才是头等大事，没必要为矛盾的规则内耗。外界观众彻底懵了，其他天选者都在为走留焦头烂额，彻夜难眠，他却睡得香甜无比。不少私下压住的人气得破口大骂，觉得韩贝塔是故意坑人，却也拿他毫无办法。与此同时，白头鹰的杰森和冰熊的列夫斯特都做出了一致选择，天亮前逃离这个诡异之家。两人都打算等血色月光彻底消散，太阳出生时行动。杰森暗自庆幸没吃掉重伤的大黄狗，打算把它当成最后的保命底牌。此前饥饿发作时，他强忍欲望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生吞，才勉强稳住了神智。他清晰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怪异，痛觉逐渐消退，显然被诡异深度侵蚀，这更坚定了他逃跑的决心。他计划拆掉窗户铁栅栏，用床单拧成绳索从5楼爬下去逃生。凌晨5点多，血色残月缓缓落下，朝阳从东方升起。杰森和列夫斯特同时动手拆卸窗户铁栅栏。杰森伤势太重，动作迟缓又费力；列夫斯特身材彪悍，天赋加持力量，拆栅栏得心应手。他的大黄狗毫发无伤，是逃亡路上的得力帮手。两人原本都打算带着狗子一起逃，可两人刚爬出窗户，顺着绳索往下挪动，就遭遇了埋伏在外、能在墙面飞速攀爬的蜘蛛邻居突袭。杰森毫不犹豫把重伤的大黄狗扔出去挡伤害，自己趁机快速滑到地面，发动路边汽车疯狂逃窜，对身后狗子的凄厉惨叫置若罔闻。列夫斯特不忍抛弃忠心护主的狗子，关键时刻大黄狗直接化身巨犬，拼死拖住蜘蛛邻居。列夫斯特虽满心不舍，却为了身后的国家，只能咬牙逃离。
杰森的冷血行径瞬间引爆外界舆论，各国观众怒骂他忘恩负义。毕竟大黄狗曾舍命护他。白头鹰内部也分裂成两派，爱狗人士痛斥杰森冷血，霸权支持者却觉得他的选择没错，全网吵成一团。白头鹰帝国高层个个拍手叫好，大肆吹捧杰森行事狠辣果断，还嘲讽冰熊天选者感情用事愚不可及。他们甚至讥讽还在睡觉的韩贝塔狂妄自大自寻死路。在他们眼里，用一条傻狗换生机稳赚不赔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就是白头鹰的英雄。冰熊帝国高层对列夫斯特的犹豫虽有不满，但见列夫斯特成功逃离，便开始轻视龙国，认为韩贝塔贪睡误事，难成大器，甚至盘算着暂停与龙国的合作，认定龙国会因天选者的失误走向没落。可两大强国的美梦还没做多久，现实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。逃出诡异住宅的杰森驾车狂奔，满心都是逃离囚笼的喜悦，丝毫没留意废弃小区里的诡异痕迹。路面破败不堪，黑色液体四处横流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腐臭气息，处处都暗藏杀机。就在车辆即将驶出小区大门时，一道巨型黑影从天而降，伴随着剧烈巨响，越野车瞬间被碾成铁饼，杰森当场殒命，直播画面直接黑屏。白头鹰帝国天选者杰森陨落，诡异入侵将于10分钟后降临洛圣都。白头鹰上空响起系统提示，举国哗然，高层瞬间蒙圈，彻底慌了神。紧接着，冰熊天选者列夫斯特也遭遇空中怪谈突袭，当场被砸成肉泥，直播随之黑屏。惩罚降临的提示音回荡在冰熊帝国上空，刚才还沾沾自喜的两大强国瞬间陷入死寂，全球观众也彻底惊呆，完全没反应过来两大天选者为何突然暴毙。洛圣都最高主官急忙致电白头鹰高层，请求动用驱鬼宝物保命，却遭到高层推诿扯皮。法克油只剩不到9分钟，你们居然见死不救！一切为了帝国利益，保护纽约。白头鹰高层为了保全首都利益，全然不顾洛圣都数百万民众的死活，只允许少数顶层权贵乘战机逃离，彻底暴露了冷血自私的本性。冰熊帝国则拼尽全力救援民众，即便付出巨大代价，也只救出数千人。圣德洛堡最终被诡异吞噬，高层悔不当初，痛恨自己轻视龙国，判断失误。白头鹰高层为了掩盖罪责，立刻开始转移矛盾，将杰森的死甩锅给龙国，煽动国际舆论抹黑韩贝塔，妄图把自身罪责撇得一干二净。冰熊帝国则彻底醒悟，不仅公开宣布与龙国深化合作，还当众撕破白头鹰的丑恶嘴脸，怒斥其冷血无情。龙国也强势反击，联合多方势力硬碰硬，打得白头鹰颜面扫地，一众小弟纷纷缩头不敢吭声。樱花国见状狂喜不已，藤木美马虽四肢尽断无法逃跑，却成了除韩贝塔外唯一存活的天选者。樱花国俨然把他当成了躺赢黑马，举国上下沾沾自喜，觉得樱花国要借此逆袭。龙国怪谈局高层看着睡得香甜的韩贝塔，满心震撼，不由得生出一个荒谬却又合理的念头：韩贝塔或许早就预判到逃跑必死，才会选择安枕入眠。毕竟韩贝塔此前的种种疯批操作，看似肆无忌惮，实则步步看透真相，每一步都暗藏深意。怪谈世界里，床头的闹钟突然响起，熟睡中的韩贝塔骤然睁眼，漆黑的眼眸被猩红光芒覆盖，周身散发出淡淡的暴力气息。蛰伏的兽鹰铃声苏醒，一场新的博弈即将拉开序幕。清脆的碎裂声骤然响起，闹钟被韩贝塔随手甩飞，狠狠砸在墙面。他素来厌恶睡梦被惊扰，当年在精神病院，但凡有人靠近他睡觉的区域，都会引发剧烈冲突。他曾凭一己之力震慑全院，唯有强效麻醉真能将他制服。残破的闹钟还在顽强作响，彻底点燃韩贝塔的怒火。他身形微动，一股劲风呼啸而出，整张实木书桌如同炮弹般被掷出，重重砸在墙角，将闹钟彻底碾成废铁。打破人体枷锁后，韩贝塔的爆发力早已突破常人极限，随手一击便蕴含着恐怖力量。全球观众看着这一幕彻底惊呆，众人纷纷猜测这是韩贝塔的天赋能力，可又疑惑他此前免疫诡异污染的特质，一时间摸不透他的天赋底牌。很快有眼尖的观众发现，被砸出凹坑的墙面露出焦黑痕迹，与隔壁邻居家的烧毁痕迹一模一样。被2次惊扰的韩贝塔彻底没了睡意，他神色呆滞地坐起身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从容走出房间。刚走到厕所门口，便察觉不对劲，屋内死寂的反常，连一丝生活气息都没有。细微的进食声从厨房传来，他缓缓转头，只见身形魁梧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餐桌前吃早餐。丰盛的餐食旁摆放着昨晚的相框与一份破旧报纸。韩贝塔脸上的慵懒瞬间消散，缓步走向餐桌。爸，我妈呢？出去买菜了，你弟和傻狗一块跟去了。这位父亲言行举止与常人无异，浑身透着阳刚之气，与母亲弟弟的诡异截然不同。可韩贝塔瞬间洞悉了对方的意图，家人全被支走，屋内只剩2人，恰好触碰了规则4的致命陷阱。规则4，爸爸对你的爱也是真的，可却是掺杂着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请不要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跟爸爸独处，请保持一定距离。韩贝塔清楚，这位始终沉默的一家之主，才是家中隐藏最深、最危险的存在。他径直拿起那份被视若珍宝的破旧报纸，父亲动作微顿，却并未阻拦。尘封的真相终于彻底揭开。滨海市某小区发生重大火灾事故，火势无法控制，造成多人死亡。火灾事故源于某住户私藏大量走私汽油，天降异象，血色残月，疑似亡者复生，怪谈入侵，城市沦陷。报纸内容曝光的瞬间，全球观众瞬间恍然大悟，理清了整个怪谈世界的核心真相。观众这才明白，看似凶险的家，反而是唯一的安全区。家人从未想过杀死天选者，只是想让身为活人的天选者化作诡异，永远留在这个家中。其他天选者仓皇出逃，根本是一头扎进了死亡陷阱。韩贝塔看着报纸，眼底闪过一丝了然。所以说，我是这座城市唯一的活人，你们早就知道我不是你们的儿子。对，那为什么不动手？
韩贝塔满心疑惑，以对方的实力，想要除掉他易如反掌，却屡次在关键时刻留手。因为我们是家人，你挡在小小身前保护他的时候，没有半点虚假，尽到了哥哥的本分。你从未主动伤害家人，还真心融入这个家，这份真诚骗不了人。昨晚你丢下了我的尸体，是我收拾的，免得引来外界的怪物。我看不透你的本性，你很危险，但妻子和小小都接纳你，这就够了。亲情从不是只看血缘。韩贝塔轻声默念家人二字，心底泛起一丝久违的触动。他的伪装早已破碎，却凭借真心融入这个诡异家庭，硬生生扭转了命运。他也终于明白，规则中将父亲列为最危险存在的原因。母亲感性一心软，弟弟崇拜兄长，唯有父亲意志坚定，是家中真正的掌权者。韩贝塔忽然轻笑，笑容灿烂，却带着几分桀骜。如果说我会离开呢？我并不是在跟你商量。这位一家之主彻底摊牌，给出了最后通牒：要么主动化作诡异成为家人，要么被迫接受结局。这对特殊的父子瞬间陷入针锋相对的僵局，全球观众瞬间炸开了锅，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，韩贝塔的假身份早就被这家人看穿。他之所以能一直安然无恙，全是因为他彻底带入了长子的角色，真心对待这个家，让感性的母亲和崇拜他的弟弟下不了手，最终才逼出了隐藏最深的父亲。龙国观众既佩服韩贝塔的心机城府，又为他身陷绝境捏紧冷汗。怪谈局高层更是心急如焚。经过研判，这位父亲是区域领主级诡异，实力远超之前的恐怖邻居。韩贝塔的胜算微乎其微。反观白头鹰、樱花国等，早已忘了自家天选者陨落的惨状，一个个幸灾乐祸，坐等韩贝塔落败惨死。刚和龙国达成合作意向的兵雄帝国，也再次陷入犹豫，在一旁观望局势。怪谈世界内，原本崭新的墙面家具迅速腐朽焦黑，露出火灾过后的破败原貌。中年男人的人皮层层开裂，化作一尊3米高的碳化恐怖怪物，这才是父亲的真实形态。外界观众看到这尊领主级诡异，全都头皮发麻。之前的恐怖邻居在他面前跟蝼蚁没什么区别，没人相信韩贝塔能打得过。韩贝塔被恐怖的重压包裹，体内的诡异污染被天赋尽数免疫，脸上反而勾起一抹疯批式的笑意。好可怕啊！话音刚落，韩贝塔的身影骤然消失，漆黑巨齿匕首划破空气，直刺怪物的太阳穴。可匕首只刺破了表层肌肤，就被怪物死死夹住。韩贝塔脸色微变，刚想抽身撤退，怪物的巨拳已经带着破空声轰来，直接将他锤飞出去。墙体瞬间被砸出一个巨大窟窿，直播画面骤然黑屏。直播黑屏的瞬间，龙国观众陷入绝望，其他国家的观众则欢呼雀跃。可很快有人发现，韩贝塔的直播间只是黑屏，并没有直接关闭，这意味着他并没有陨落，也给龙国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。所有人死死盯着黑屏画面祈祷。片刻后，屏幕重新亮起，后续的场景让全球观众倒吸一口凉气。怪谈世界内，恐怖怪物居高临下的盯着墙体窟窿，他刚才并没有使出全力，而且清晰感知到拳头并没有真正击中实体。不要装死了，刚刚的那一拳没有真的打到你。一道身影从隔壁废墟中缓步走出，韩贝塔略显狼狈，却依旧挂着淡笑。他凭借打破人体枷锁后的极致肉身操控，在拳风袭来的瞬间，强行移位骨骼和内脏，硬生生躲过了致命一击，只是被拳风震飞，除了衣服破损，身上并再无大碍。不要说的那么简单，我可是差点就挂掉了。全球观众见状彻底震惊，各国高层纷纷猜测韩贝塔是龙国的影视鼓舞高手，甚至开始疯狂搜寻龙国武学的线索。龙国怪谈局也松了口气，坚信韩贝塔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可韩贝塔虽然躲过一劫，却依旧陷入绝对劣势。怪物防御惊人，速度和力量都拉满，而且始终留守不愿杀他，只想逼他变成诡异，永远留在家里。韩贝塔数次突袭都被轻松化解。放弃吧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也是最强的几个怪物之一，你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。怪物看着宁死不屈的韩贝塔，眼中满是赞许，认定他变成诡异后必定会成为顶尖存在。可他没有发现，韩贝塔缓缓站起身时，清澈的眼眸正一点点泛起猩红光芒，是体内蛰伏的兽即将挣脱囚笼，彻底苏醒。终于舍得让我出来了，对付不了这个傻大个就早说，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恐怖怪物死死盯着眼前的韩贝塔，漆黑的眼珠泛起凝重，他早就暗中察觉到这股蛰伏的邪恶力量，此刻近距离对峙，才感受到了极致的威胁，周身的凶性被瞬间激发。别这么严肃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笑啊！刚刚的过家家结束了，现在换我陪你好好玩。恐怖怪物被彻底激怒，化作钢铁堡垒一般冲撞而来，锋利的脚刃直指韩贝塔。可韩贝塔不仅不躲闪，反而张开双臂主动迎了上去，脸上满是病态的亢奋，仿佛在拥抱死亡。恐怖怪物瞬间回过神，理智压过了凶性，他根本不想杀死韩贝塔，可冲击之势已经无法挽回。快躲开！小子，看清楚什么叫真正的战斗！如同轰鸣引擎的心跳声骤然响起，韩贝塔全身肌肉紧绷，汇聚起极致的爆发力，在尖角即将贯穿身躯的瞬间，他的身形鬼魅般瞬移到怪物身后，双腿因为超负荷爆发泛起骨裂，却丝毫没有影响动作。恐怖怪物扑空，一头撞穿墙体，韩贝塔已然跃到他的肩头，扭曲膨胀的左臂裹挟着狂暴力量，狠狠砸向怪物的头颅，地板瞬间被压得凹陷碎裂。韩贝塔无视怪物的污染气息，身形再次消失，又骤然闪现，匕首划过半空，怪物的身躯瞬间被一分为二，头颅滚落地面，眼中满是惊愕。这具身体太弱了，我还没完尽兴。
备受主导的韩贝塔浑身筋骨断裂，却依旧笔直站立。周深的疯狂威压让全球观众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这股极致的战力彻底震慑。全球观众从震撼中回过神，龙国直播间瞬间被欢呼刷屏，所有人都把韩贝塔视作龙国的英雄。此前的所有质疑全都化为了崇拜。怪谈世界内，兽的猩红眼眸逐渐暗淡，被韩贝塔的主导意志强行压回体内，夺回身体控制权的韩贝塔瞬间感受到了极致的剧痛，全身像是被水泥封住一样，动一下都无比艰难。这个疯子只顾着自己痛快，完全不管身体能不能扛住。兽是一把双刃剑，杀敌的同时也在疯狂透支生命。短短3秒的战斗，几乎把他推向了死亡边缘。与此同时，手中的匕首涌入滚烫的暖流，修复着重创的身躯。韩贝塔察觉到暖流的总量远不及预期，他转身一看，赫然发现怪物正把头颅接回脖颈。短短片刻，怪物就恢复如初。韩贝塔终于明白，规则里为什么把父亲列为最顶级的威胁。这尊领主级诡异拥有逆天的再生能力，根本没法轻易斩杀。好可怕啊！韩贝塔虽然浑身重创，却没有丝毫退意，一步步朝着再生的怪物逼近，一人一怪陷入死寂的对峙。就在双方即将再次开战的瞬间，一道寒光从远处飞射而来，逼停了两人。那是母亲常年不离手的菜刀。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中年妇女不知何时牵着熊孩子站在门口，一家3口冷冷盯着剑拔弩张的两人。韩贝塔瞥见菜刀的瞬间，就知道这场死战彻底落幕了。他毫不犹豫将匕首收入袖中，大黄狗快步跑到他身边，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自责，恨自己没能护住主人，索性壮着胆子挡在韩贝塔身前，用弱小的身躯隔开恐怖的父亲。这份毫无保留的忠诚，让韩贝塔眼底泛起暖意。恐怖怪物望着归来的妻儿，又看了看护主的大黄狗，周身的阴霾与愤怒缓缓消散，狰狞的碳化身躯快速收缩，重新变回了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。龙国观众见状长舒一口气，悬着的心彻底落地。白头鹰、樱花国的高层则满脸惋惜，满心盼着韩贝塔陨落，打断龙国崛起的希望，如今彻底破灭。熊孩子弟弟望着狼藉的战场和重伤的哥哥，眼神复杂，心底竟生出了一丝真切的崇拜。妈妈看着韩贝塔满身的伤痕，眸底藏着深深的心疼。她早就知道丈夫的计划，却因私心默许。可看着韩贝塔这副惨状，终究心软不忍。孩子大了，让他自己做选择吧。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不属于这里，这里留不住翱翔的你。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留住家人。如今我们尊重你的选择。他早已看穿韩贝塔不属于这个怪谈世界，却真心把他当成家人。这份畸形又纯粹的亲情，最终化作了放手。韩贝塔沉默点头，真切感受到了这份别样的亲情。耳畔骤然响起规则怪谈的机械提示音，宣告本轮副本正式通关。家人的爱是自私亦是无私，你以真心换真情，完美通关副本。诡异的家人通关星级5星，奖励将在回归现实后结算，30秒后开启传送。韩贝塔望着眼前的家人，周身泛起淡淡的虚幻光芒，传送倒计时已经开启，离别就在眼前。妈妈满眼不舍地开口挽留，很急，不留下吃顿饭再走。哥哥，大黄狗察觉到主人即将离去，急得围着韩贝塔跳脚，扑上去想抱住主人的大腿，却直接穿透了虚幻的身躯，只能发出焦急的呜咽。冷着脸的爸爸沉默地盯着韩贝塔，一言不发，却难掩不舍。来不及了，哥哥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有机会的话，会的。就在韩贝塔即将彻底消散的瞬间，一直沉默的爸爸突然开口，卸下了所有霸道伪装，只剩老父亲般的叮嘱：韩贝塔，小心点，更要小心你体内的那个家伙，他不是人。我知道了，爸。话音落下，韩贝塔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怪谈世界。一家3口望着空荡的废墟，久久无言。而那条忠心的大黄狗，竟跟着韩贝塔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现实世界中，韩贝塔平稳落地，刚睁眼就对上一张圆滚滚的狗脸。通关奖励结算完毕，家人的祝福，免疫1次必死伤害，每24小时刷新。地狱鬼犬绑定宿主韩贝塔，拥有火焰喷射、危机预警、极致伪装天赋，对宿主绝对忠诚。韩贝塔拎起眼前傻乎乎的大黄狗，怎么也没法把这萌贱的模样和地狱鬼犬挂钩，反被狗子舔了一脸口水。紧接着，一道响彻全球的提示音炸开，瞬间掀起滔天巨浪。恭喜龙国天选者韩贝塔5星通关，龙国国民全体获得百病不侵体质，解锁隐藏奖励，随机恢复一座被诡异入侵的沦陷城市。这则消息如同惊雷炸响，全球民众彻底哗然。恢复沦陷城市是所有国家梦寐以求的终极奖励。白头鹰等敌对国高层瞬间脸色铁青，他们最惧怕的局面终究发生。龙国凭借此次5星通关，崛起之势已然势不可挡，再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压制。全民百病不侵的增益同步生效，医院里病危绝症患者的病症尽数被压制，重获健康。这场轰动让全球各国艳羡不已，境外富豪纷纷申请入籍，妄图沾染这份专属龙国的气运。比起体质增幅，龙国民众更牵挂5星通关的隐藏奖励，是沦陷城市复苏。北海市是龙国首座被诡异吞噬的临海小城，也是国民最深的伤疤。怪谈出临时，救援队深入沦陷区后彻底失联，随后数城接连陷落，数千万民众被困，龙国士气跌至谷底。如今，笼罩北海数月的诡异迷雾缓缓消散，城池重焕生机。苏醒的民众虽遗失了被诡异侵染的记忆，却通过直播知晓了全部真相，纷纷涌上街头欢呼，高喊韩贝塔的名字，将他视作救命恩人。卫星画面将北海复苏的盛况传遍全球，各国高层陷入死寂，眼底只剩浓烈的嫉妒与忌惮。龙国高层将韩贝塔奉为国之重器，胜于4座沦陷城，数千万民众的希望全系于他一身。谁敢动韩贝塔，便是与整个龙国为敌。白头鹰、樱花国的潜伏间谍还未行动，就被龙国雷霆反间谍力量一网打尽。
铁血手段昭告世界，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。怪谈局筹备好国事级迎接仪式，全员赶往青山精神病院等候韩贝塔，却发现他在值守人员眼皮底下失踪，众人惊慌失措。好在踪迹很快被锁定，魁局立刻带领高层火速前往。镜头切回仍未关闭的怪谈世界，樱花国天选者藤木美马状态诡异至极，断裂的四肢莫名复原，眼眸却彻底漆黑死寂，活人气息消失，周身萦绕浓郁诡异污染，沦为怪谈傀儡。副本里的一家三口走到床前，望着被同化的藤木美马，眼中泛起偏执诡异的温情。一家人在一起。樱花国天选者藤木美马被诡异污染，沦为怪谈生物，通关失败，惩罚降临。诡异入侵将在10分钟后覆盖冰衡市。冰衡市是樱花国重工业核心，沦陷消息传来，樱花国举国死寂，高层脸色惨白，国家根基被斩断，全民陷入绝望，与龙国的欢庆形成极致反差。青山市早集市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，韩贝塔淡定吃着胡辣汤与生煎包，随手投喂身边忠诚盟建的傻狗，全然无视围观热潮，路人激动不已，纷纷拍照。这位拯救龙国的英雄竟如此接地气，毫无架子。原来韩贝塔回归后，刻意避开怪谈局人员，溜到早市散心，被早餐店老板认出后，瞬间引发大规模围观。如今的他是龙国全民偶像，走到哪里都引发骚乱。他冷静淡然的模样，尽显疯批气场。韩哥，你的小笼包，谢谢。韩贝塔和傻狗食量远超常人，他自知没法低调闲逛，便放弃游玩，静静等候怪谈局人员。魁局带领一众大佬匆匆赶到，正好撞见一人一狗吃饱喝足的模样。我没带钱，你们结一下。韩贝塔随怪谈局离开后，主动拒绝盛大欢迎仪式，只要求一间安静的住处和海量书籍。他淡泊名利的态度，让龙国高层越发敬重。魁局拦下所有打探韩贝塔天赋、匕首与傻狗的人。他看得很透彻，只要韩贝塔心系龙国为国而战，其余私事不必追问。3天转瞬即逝，全球怪谈警报骤然响起，新一轮规则怪谈正式开启。第8轮怪谈世界开启，开始随机抽取参与的各国天选者。本次参与的名单如下：龙国、白头鹰帝国、冰熊帝国、日落帝国、樱花国、阿西国、大棒国、浪漫国。下一秒，所有被选中者被传送。韩贝塔睁眼时，已身处一间破败小屋，抬眼便对上傻狗憨厚的目光，他也跟着进入了副本。怪谈副本，守墓人，你和爷爷从小相依为命，爷爷耗尽积蓄供你上大学，可爷爷突然离世，你回乡为他守灵7天，并继承守墓人职业，完成他的遗愿。屋里只有些日常用品，还有一口漆黑棺材，照片上的老人便是这一轮的爷爷。韩贝塔略一琢磨后，一眼就看穿规则陷阱。正常守墓人本应该由村子供养，规则时却要求自给自足，生存难度拉满，背后必有猫腻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天选者看完规则一脸茫然，不少人急忙查看米缸，里面只有一只肥鼠和几粒残粒。天选者瞬间崩溃，在怪谈世界，一口粮食就是一条性命。白头鹰这轮天选者布鲁斯是荒野求生大师，果断砸死肥鼠，连鼠内脏里未消化的稻米都不放过，最大化利用资源。其他天选者虽也杀了老鼠，却浪费了可利用的粮食。大棒国天选者是阴柔男团一人，见到老鼠当场尖叫，模样滑稽。直播间内各国观众议论纷纷，白头鹰观众得意，樱花国观众叫嚣，大棒国则因天选者失态争吵不休。龙国直播间瞬间破10亿，全球目光聚焦韩贝塔，观众看到傻狗也进入副本，瞬间沸腾，各国高层大喊不公，却毫无办法。韩贝塔打开米缸，随后直接盖回缸盖，他对老鼠肉毫无兴趣，淡定程度远超其他天选者。墙上闹钟敲响10点，巡夜时间到了。突然，一阵冷风灌入小屋，油灯火苗狂乱摇曳，随时会熄灭。棺材前的3炷香恰好烧成规则8中的胸罩，2长1短。与此同时，闹钟敲响10点，规则2与规则8形成致命矛盾，摆在所有天选者面前。规则2，作为新任守墓人，10点过后必须走出屋子，开始在牧场巡逻，直至巡逻完毕，让整个牧场知道你的存在，并等到守夜结束才能够回到屋子休息。中途不论有谁在背后喊你的名字，都不要回头。规则8，记得给爷爷上香，一旦发现香烧成2长1短的时候，请给那盏破旧油灯添加大量灯油，让火光更加明亮，保证不会熄灭。等1个小时后再出去巡夜。规则2要求10点必须巡夜，规则8却要求添油等候1小时，2条规则相悖，选错即死。直播间观众纷纷分析这一致命陷阱，为天选者揪心。屋外阴风呼啸，油灯火苗摇摇欲坠，绝大多数天选者慌忙添油，可桌上的油罐只剩半罐灯油，旺火会大幅缩短使用时间，让不少人犹豫不决。布鲁斯、工藤油马等大国天选者果断添油，油灯瞬间照亮小屋，阴风也随之减弱。小国天选者优柔寡断，错失时机，油灯被阴风直接吹灭，小屋陷入黑暗，凄厉惨叫接连响起。短短几分钟，数十国天选者陨落，诡异惩罚即将降临。本轮副本的凶险远超上一轮。而韩贝塔既不添油，也不慌乱，反而慢条斯理地换上爷爷生前的黑衣黑裤。黑衣才是守墓人巡夜的标配。换好衣服的瞬间，韩贝塔的气质变得阴暗诡秘，完全贴合守墓人身份。他走到棺前，点燃新香，插入香炉，完成身份传承。油灯火苗骤然暴涨，阴风也减弱几分。走，看看自家地盘。韩贝塔提起油灯，大摇大摆推开屋门，丝毫不惧牧场里的未知凶险。诡异的是，当他踏出房门的瞬间，外面的妖风却停了。韩贝塔本就拥有夜视能力，一眼便看清全貌。小屋被东南西北4座牧场团团围住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乱葬岗，丛林深处还闪烁着野兽绿油油的目光，处处暗藏凶险。直播间观众见到这恐怖景象，纷纷头皮发麻，惊叹韩贝塔的心理素质。
韩贝塔清晰感知到，黑暗中有无数道视线在窥视自己。牧场里的诡异排斥他这位新任守墓人，却碍于油灯的震慑，不敢轻易上前。傻狗察觉到威胁，立刻收起憨厚模样，全力护在主人身前。放心，这种小场面还吓不倒我。随后，韩贝塔提着油灯走向北区乱葬岗。他深谙守墓人的核心准则，他是牧场的最高权威，镇不住诡异，就不配执掌这片墓地。规则6：作为守墓人的你必须保持冷静，不要害怕，恐惧的味道容易引来某些家伙的觊觎。你是牧场的管理者，是坟墓最高的权威，必须保持威严。诸位，前任守墓人已经不在了，接下来由我接任。我性子直，希望各位安分守己，别乱跑出来吓人。我要是不痛快，不管你藏得多深，我都会刨你的坟，编你的尸，挫你的骨，扬你的灰，说到做到。狠话落下，他的威胁彻底激怒了乱葬岗里的诡异，地面微微震颤，仿佛有东西即将破土而出。韩贝塔穿行在坟地之间，一眼便看出这里早已荒废许久，正是前任守墓人无力打理所致。这些诡异的怒火全都洒到了他这个新任守墓人身上。一道苍老的呼唤突然从身后传来，一遍遍喊着韩贝塔的名字，声音和关中的爷爷一模一样，勾得人忍不住回头。韩贝塔瞬间识破诡异的伎俩，傻狗！傻狗立刻显露地狱鬼犬的本体，悍然扑向身后的诡异。虚幻的呼唤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凄厉惨叫。一只矮小丑陋的诡异被傻狗3、2下就给灭掉了。看来还有不怕死的，敢挑战我的权威，出头鸟就要付出代价，谁敢以下犯上，我就一铲子拍死谁。疯批嗜血的威压席卷全场，乱葬岗里的异动瞬间消失，死寂一片，所有诡异都被彻底震慑。一帮贱骨头！韩贝塔没有立刻清理墓地，打算先熟悉整片区域，亮一亮这些不安分的诡异，让他们认清谁才是牧场真正的主人。韩贝塔霸气的模样让龙国观众满心自豪，怪谈局高层也激动不已。反观其他各国高层，脸色铁青，急忙动用提醒机会传递情报，却被告知本轮副本仅有2次提醒机会，规则严苛程度远超以往。樱花国天选者工藤有马，身为天才侦探的他躲在屋内，很快发现衣柜里的黑衣，迅速推断出黑衣是巡夜标配，油灯有庇护效果，灯油十分紧缺等信息，自以为智力碾压所有天选者，甚至觉得能胜过韩贝塔。可当他收到樱花国传来的情报，得知韩贝塔早已出门巡夜，仅凭气势就镇住整片牧场时，脸上的自信瞬间崩塌。他慌忙拿起油灯，推门冲了出去。白头鹰天选者布鲁斯处理完鼠肉，刚发现黑衣就收到提示。身为荒野求生大师的他冷静分析，立刻识破规则8的阴谋，躲在屋里只是死路一条，巡夜才是正确选择。冰熊、日落、浪漫国等大国天选者也相继推门外出，而绝大多数小国天选者还傻傻待在屋里等待1小时，浑然不知自己半只脚已经踏入黄泉。大国天选者慌忙出门后，面对乱葬岗里无数道窥视的目光，依旧心惊胆战。这些天选者远没有韩贝塔硬刚的底气，只能一边故作强硬的自我介绍，一边低头打扫墓地，试图用示弱安抚诡异。阿西国天选者双腿不停发抖，强撑着清理杂草扶正墓碑，却因慌乱用力过猛，导致老旧墓碑碎裂一角。刹那间，乱葬岗阴风狂笑，阿西国天选者瞬间崩溃，语无伦次的磕头道歉。阴风虽暂时平息，可身后却传来妈妈的呼唤，他下意识回头，彻底违反规则2的后半段。中途无论谁在背后喊你名字，都不要回头。脖梗扭曲的脆响响起，阿西国天选者被诡异击杀，诡异惩罚即将降临。与此同时，韩贝塔已经巡逻完北区乱葬岗，随后按顺时针方向前往东区，继续巡查自己的管辖范围。东区与杂乱的北区截然不同，地面干净整洁，毫无杂草，每座墓碑前都摆满贡品香烛，气派十足。这里正是韩家村的祖墓，安葬着全村先祖，由村落世代供养，地位远非北区孤魂可比。按常理而言，韩贝塔身为守墓人孙子，只要对祖墓恭敬示弱，便能得到先祖庇护。可韩贝塔从不是循规蹈矩之人，他当即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诸位先祖，后辈韩贝塔接任守墓人，日后多多关照，尽量不要滋事。我身边这条恶犬脾气暴躁，最爱刨土挖坟，我会尽力约束它。韩贝塔对祖墓客客气气，言语间却暗藏刨坟威胁，丝毫不惧所谓的先祖威严。傻狗立刻心领神会，配合着龇牙咧嘴，凶神恶煞地盯着祖墓。而韩贝塔在北区的狠辣举动，早已震慑到东区祖墓，整片区域死寂祥和，没有半分阴风异动。这些先祖心里清楚，韩贝塔是真敢刨祖坟的狠人，绝非虚张声势，只能选择低调隐忍。龙国观众直呼过瘾，民族自豪感拉满。白头鹰、樱花国观众嘴硬叫嚣，瞬间引发网络骂战。龙国观众毫不示弱，直接回对两国间谍潜伏，图谋不轨，舆论战火彻底引爆。龙国怪谈局内，魁局面色冷厉。韩贝塔在怪谈世界为龙国征战，现实世界绝不能让他受委屈。龙国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白头鹰高层本就忌惮龙国崛起，又眼见韩贝塔遥遥领先自家天选者，早已怒火中烧。可没等他们发难，龙国的紧急通讯直接接通，强硬质问是否要开战，放话龙国奉陪到底。白头鹰高层彻底蒙圈，这般强硬的态度本该是他们的专属台词，如今却被龙国抢占，攻守之势彻底逆转。紧接着，英雄帝国也发来通讯，力挺龙国，共同质问白头鹰。樱花国见状瞬间晋升，缩起头不敢吱声，生怕被卷入纷争。韩贝塔在怪谈世界的强势，彻底撑起了龙国在现实世界的底气。隐忍多年的态度，终于变得强硬无比。身处怪谈副本的韩贝塔，对外界的风云变幻毫不在意。此刻他正带着傻狗，坦然享用墓碑前的贡品。规则3虽禁止随意触碰祭品，但韩贝塔确信韩家祖墓的先祖不敢跟他这个狠人计较。韩家祖墓前的祭品十分丰盛，角落还放着几瓶 AD 钙奶，显然刚有人祭拜不久。
韩贝塔随手拿起水果糕点垫肚子，又顺了一瓶粮食酒，打算带回屋给爷爷。他之前在屋里看到空酒瓶，猜出爷爷生前爱喝酒，傻狗荤素不忌，还会自己插吸管喝 AD 钙奶，一副成精的模样。等找机会带你打猎，总吃素可不行。韩贝塔没有白拿祭品，当即抽出匕首，清扫祖墓杂草。重新雕刻模糊的墓碑碑文，凭借超强力量与匕首的锋利，韩贝塔雕刻墓碑又快又稳。大约过了半小时左右，韩贝塔看了看数量众多的墓碑，暂时放下雕刻，打算下次再处理。一人一狗在月光下提着油灯，嬉闹着前往南区继续巡夜。与此同时，绝大多数天选者还被困在北区乱葬岗，只有少数机灵的天选者勉强稳住诡异后，赶往韩家祖墓继续巡夜。樱花国天选者工藤有马抵达祖墓后狂喜不已，当场跪下磕头认祖，谄媚至极。诸位祖宗，我虽是樱花国人，却和龙国是一家人。樱花自古便是龙国附属，求祖宗保佑。可他看似老实的面容下，藏着病态的扭曲。韩贝塔的全面碾压，让他彻底学会了伪装。而其他大国天选者放不下高傲，身段下跪，当即遭到诡异刁难，纷纷中招。只有白头鹰布鲁斯靠荒野经验，英雄安德鲁靠强悍战力勉强躲过一劫。古印尼国天选者自作聪明，逆时针前往西区，刚踏入就撞见恐怖景象，瞬间将他吞噬。怪谈提示音骤然响起，古印尼国天选者陨落，国家进入灭国倒计时。本轮副本的凶险再次刷新全球认知，这是怪谈降临以来首个主权国家彻底覆灭，血淋淋的现实撕碎了各国最后的侥幸。弱小国家终将在怪谈的轮回里被无情淘汰。龙国怪谈局内，一众大佬心中惊涛骇浪，他们清楚，若不是韩贝塔逆天改命，如今濒临覆灭的很可能就是龙国。怪谈时代，天选者就是国家的脊梁，韩贝塔在，龙国的希望就在。而怪谈世界里，韩贝塔带着傻狗轻松前行，全然没有其他天选者的惶恐，一人一狗顺利抵达南区。规则9，牧场的南区是安全的，一旦在巡逻期间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，可以跑到南区里面，等待到天亮。踏入南区的瞬间，韩贝塔便明白了规则9的深意。眼前是一片无名烈士墓，一座座无字墓碑巍然矗立，这里是英烈埋骨之地，爷爷打理的一尘不染，比韩家祖墓还要整洁，足见爷爷对英烈的敬重。韩贝塔心中泛起感慨，这些英烈生前以命护国，死后煞气冲天，足以镇压一切邪祟，乱葬岗的诡异根本不敢靠近，这里自然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肃杀之气对韩贝塔毫无恶意，只有血脉相连的亲切。傻狗也应跟着韩贝塔，被英烈阴魂视作自己人。韩贝塔沉默着取出从祖墓带来的粮食酒，敬这些护佑一方安稳的无名阴魂。直播间的龙国观众纷纷泪目，无数老兵触景生情，缅怀先烈。韩贝塔看着4座牧场的格局，瞬间洞悉副本真相。北区是孤魂乱葬岗，东区是韩家祖墓，南区是英烈镇压之地。4座牧场相互制衡，维持着诡异平衡。守墓人正是维系平衡的核心。韩贝塔越发觉得，守墓人副本的水远比想象中更深，爷爷能稳守几十年，实力深不可测。就在他准备前往西区验证猜想时，龙国的提示传来，告知他各国天选者动向、西区的凶险以及古印尼国灭国的消息。韩贝塔彻底确认，西区是与北区对应的兄弟，东西南北4座牧场相互牵制，韩家村必然有人知晓这个秘密。突然，傻狗朝着墓地深处龇牙咧嘴，显然是发现了闯入者。一人一狗对视一眼，借着夜色悄无声息的逼近。直播间的龙国观众也瞬间紧张起来。墓地深处的坟包后藏着几个韩家村的黄毛青年，放风的家伙发现灯光，刚想逃跑，就被韩贝塔和傻狗前后堵住。而眼前几个画着油彩、戴着猴脸面具的鬼火少年，正是违反规则5闯入牧场探险的人。规则5，偶尔会有些不怕死的家伙喜欢跑来牧场里面探险，一旦遇到，请利用一切手段驱逐他们，不然的话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。你想干什么？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你爸是谁？你妈没告诉你？猴脸鬼火青年瞬间暴怒，刚要回嘴，就被韩贝塔一巴掌抽翻在地。其余几个家伙吓得尖叫出声。韩贝塔一眼看穿这帮家伙的企图，深夜闯入南区烈士墓，他们分明是盯上了墓前的血秀大刀。一旦大刀被拔，英烈镇压邪祟的肃杀之气就会溃散，4座牧场的平衡彻底打破，乱葬岗的诡异将彻底失控，整个村子都会被波及，连韩贝塔都会被坑入死局。比起上一轮副本的熊孩子弟弟，这几个鬼火少年的行为足以致命。韩贝塔当即找来藤条，将他们吊在树上狠狠教训。既然是成年人，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傻狗对鬼火少年本就厌恶，见状兴奋的蹦跳助威。龙国观众瞬间洞悉危机，这群刁毛拔刀会彻底打破牧场格局，乱葬岗诡异将彻底爆发。各国高层惊慌失措，纷纷动用最后一次提醒机会，催促自家天选者赶往南区。工藤有马、布鲁斯等大国天选者接到提醒，头皮发麻，疯了一般冲向南区，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等他们赶到时，熊孩子已经拔出一柄血锈大刀，大刀化作铁锈飘散，南区肃杀之气开始溃散，乱葬岗的诡异发出狂喜的躁动。工藤有马只能自我安慰，只有一柄大刀被毁，还未到绝境。可南区煞气外泄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，布鲁斯、安德鲁等天选者同样陷入绝望，一步慢，步步慢。从开局犹豫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落入了恶性循环。更多小国天选者赶到时，南区大刀已被拔去大半，牧场平衡彻底崩溃，黑暗瞬间将他们吞噬，天选者接连陨落，诡异惩罚接踵而至。现实世界，怪谈提示音不断响起，第一页还未结束，9成以上国家就被淘汰，灭国危机在全球蔓延。奎局看着全球格局，满心无奈，各国明知联手才能对抗怪谈，可白头鹰依旧执着于霸权，甚至妄图索要韩贝塔的罪孽匕首，和平共处根本无从谈起。怪谈世界里，韩贝塔教训完几个鬼火少年，就准备带着狗子继续探查。乖乖待着，天亮我再放你们下来。
很快，一人一狗来到了最后一片未探查的西区墓地。结合自身推理与龙国传来的提示，韩贝塔断定西区的凶险远胜乱葬岗。他抬眼望去，正好看见一棵倒掉的诡异长在枯树上，正贪婪地盯着他。韩贝塔毫不在意，与傻狗直接踏入迷雾。没一会儿，一阵僵硬的脚步声便传了过来，几道身影从迷雾中走出来。这些身影毫无生气，根本不似活人。双方交错而过时，韩贝塔定睛一看，这几道身影竟是制作的惟妙惟肖的纸人。规则4：半夜3更的时候，偶尔会有人拿着东西来祭拜，请不要干扰到他们，也不要与之交流，他们不会伤害你的，除非你作死。纸人突然停住脚步，直勾勾盯着韩贝塔与傻狗。韩贝塔非但不怕，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纸人。纸人似乎察觉韩贝塔不好惹，转身便向西区中心走去。他们来到3座无字墓碑前，紧接着纸人搬出贡品，竟是9颗诡异。墓碑仿佛活了过来，9颗诡异快速干瘪缩水，枯树上的诡异笑容愈发戏谑，显然是想给新任守墓人韩贝塔一个下马威。韩贝塔眉头微皱，周身戾气渐起，他带着傻狗径直走向祭拜的纸人，全然不顾规则4的提醒。直播间的龙国观众瞬间惊呼，都知道韩贝塔要动真格了。枯树上的诡异见状，嘲讽之意更浓，跪地的纸人瞬间暴怒，为首纸人双手化作锋利长刀，转身就要对韩贝塔痛下杀手。给我下马威，你也配！手中的匕首瞬间斩出，匕首上冒出的火焰直接吞噬为首的纸人。傻狗也瞬间变身地狱鬼犬，没一会儿就将所有纸人斩杀。韩贝塔一身黑衣，眼底红光斜溢，身旁跟着凶神恶煞的地狱鬼犬，宛如地狱死神，居高临下的俯瞰着3座漆黑墓碑。枯树上的人头慌忙缩进树干，生怕被殃及。墓碑剧烈震动，墨色烟雾喷涌而出，迷雾汹涌着扑向韩贝塔。深渊般的地狱响彻牧场，试图将他同化污染。韩贝塔全然无视诡异的攻击，一脚踢飞墓碑前的贡品，右脚狠狠踩在中间最高的漆黑墓碑上，神色狰狞如恶鬼。从我接手守墓人的那一刻，这座山所有牧场都姓韩。我不管你们以前多嚣张，记住，我就是管着你们的天。我不痛快，谁也别想痛快。韩贝塔将罪孽匕首狠狠刺入墓碑，坚硬的墓碑竟喷涌出巨象的腥臭血液。这下西区牧场的主人彻底被激怒了。新守墓人不仅斩杀他的手下，踹翻贡品，脚踩墓碑，还持刀刺碑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在与威压与诡异污染全都无效后，他准备亲自出手教训韩贝塔。与此同时，东区韩家祖墓感应到异动，一股镇压之力骤然降临，西区的恐怖异象刚一爆发，便被强行压制。牧场深处传出愤怒的咆哮，最终归于死寂。韩贝塔的猜测彻底应验，4座牧场形成独特格局，北区西区为兄弟，东区南区为活地，以此相互制衡镇压，维持着多年的平衡。兄弟的诡异能有限度显化力量，可一旦超出临界点，就会被活地的力量镇压。而守墓人正是维持秩序的核心，既要安抚诡异，也要适时敲打，守住平衡的尺度。新守墓人上任被试探是牧场的潜规则，上一任守墓人也曾遭遇此事，可西区主人这次彻底踢到铁板，他被韩家祖墓压制无法现身，手下纸人被全灭，枯树人头又是个怂包，根本奈何不了韩贝塔，最终只能选择服软求和。一股黑气从墨黑墓碑涌出，传入韩贝塔体内，传递出并无恶意，只是试探的意思，还请求韩贝塔为西区栽种花草树木，弥补枯萎的枯树。你在教我做事，你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认清自己的地位，试探我，你够资格吗？我再重申一遍，该做什么我心里清楚，不需要你操心。看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谁都保不住你。我说的。匕首吸收了浓郁的罪孽能量，涌入他的体内，强化肉身。韩贝塔体内的兽蠢蠢欲动，西区牧场的主人瞬间感受到一股致命的寒意，仿佛被绝世凶物盯上。他最终压制住了兽，以兽的性格，一旦出事必定闹得天翻地覆。更何况天快亮了，他早已疲惫，打算回屋补觉。临走前还要去南区放下被吊在树上的熊孩子。韩贝塔带着傻狗离开后，西区牧场的主人才松了口气，那股致命的危机感彻底消散。外界龙国观众看到韩贝塔彻底压服西区凶物，悬着的心全都落地，激动的欢呼不已。龙国怪谈局内，所有人都对韩贝塔的天赋充满好奇。要知道，所有天选者都只有一种天赋，韩贝塔却展现出多种特性。奎局却压下了所有打探的念头，避免韩贝塔的天赋信息泄露。太阳升起的时刻，阴森的牧场多了几分祥和。被捆了一夜的熊孩子睡得鼾声四起，嘴里还嘟囔着报复、找家长的梦话。韩贝塔懒得计较这些，拿起藤条轻轻一挥，破空声瞬间惊醒了所有孩子。看清是韩贝塔后，立刻堆起谄媚的笑，一声声韩爷爷喊得无比亲热。滚吧！熊孩子们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朝村子狂奔，生怕韩贝塔反悔。外界龙国观众看到这一幕，纷纷捧腹大笑。国外观众觉得放走孩子一定会引来麻烦，就是在给自己挖坑。观众们一时间争论不休，却没人懂韩贝塔的心思。这几个孩子愚蠢无知，根本问不出有用信息，他们背后的大人才是关键。韩贝塔要的不是杀人，而是诛心。他早已布好局，等着熊孩子和背后的人主动送上门。返回守墓小屋后，他给爷爷上香摆好酒，随后倒头便睡。正如韩贝塔所料，熊孩子回村后立刻告状，添油加醋歪曲事实。熊孩子的父亲韩大强暴怒，当即召集村民抄起家伙，要上山找韩贝塔算账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天选者还在焦头烂额处理几个成年人的尸体。昨晚，工藤有马、布鲁斯、安德鲁等大国天选者慢了一步，没能阻止出拔刀，不仅让平衡被破坏，还让鬼火青年们留在了这里。他们不敢毁尸，也不敢带着尸体巡夜，只能暂时将尸体留在南区，硬着头皮前往凶险的西区。即便提前收到提醒，西区的恐怖依旧远超想象。浪漫国天选者埃尔文刚踏入西区，就被枯树上的人头吓到，恐惧引来了诡异。油灯被阴风吹灭，瞬间被纸人斩杀。
下，头颅成了墓碑前的祭品。怪谈提示音响起，城市即将沦陷。日落帝国天选者亚伦却凭借 S 级天赋透明人，大幅降低自身存在感，被诡异彻底忽略。有惊无险穿过枯树区域，躲过了纸人探查。冰熊帝国的安德鲁出身特战部队，心理素质极强，靠强大自我暗示扛住了精神压迫。白头鹰的布鲁斯身为荒野求生大师，冷静沉稳，同样顺利通关。樱花国的工藤有马推理能力顶尖，却因年纪小，心理素质薄弱，竟将手掌伸进油灯，以剧痛压制恐惧，硬生生闯过难关。病态的模样让樱花国观众又心疼又狂热。最让人意外的是大棒国的伪娘欧巴，他胆小懦弱，却凭借魅惑天赋多次化险为夷。可他刚松口气，就靠在了一具恐怖纸人身上，纸人锋利手刀瞬间划过他的脖颈，头颅落入纸人竹篮，彻底陨落。大棒国天选者陨落的提示响彻全球，首都尔首即将遭遇诡异入侵。尔首是全国经济命脉，一旦沦陷，大棒国将彻底一蹶不振。无数脑残粉为偶像崩溃痛苦，甚至不惜用亲人性命换取偶像复活。可一切都无济于事。怪谈世界里，工藤有马、布鲁斯、安德鲁、亚伦勉强闯过西区，却收到了墓主通过纸人传来的指令，每日在西区种树，每3天进贡祭品。这根本不是请求，而是赤裸裸的威胁，与对韩贝塔的服软形成天壤之别，完美印证了诡异欺软怕硬的本性。天选者们敢怒不敢言，只能被迫隐忍。天快亮时，疲惫不堪的天选者返回南区，带回熊孩子的尸体，早已饥肠辘辘。他们不敢像韩贝塔一样动祖墓祭品，只能自行寻找食物。白头鹰布鲁斯凭借荒野求生技能烤鼠肉、煮野菜，吃上了一顿豪华早餐，引得白头鹰观众疯狂炫耀。冰熊安德鲁只能勉强烤熟鼠肉充饥，遭到白头鹰观众肆意嘲讽。樱花国工藤有马和日落国亚伦另辟蹊径，直接偷吃棺材前爷爷的贡品，一边磕头道歉一边狂吃，骚操作秀翻全场。吃饱喝足的天选者准备休息，却不知一群愤怒的村民正带着熊孩子拎着武器冲向守墓小屋，其中还有人握着老旧猎枪，气势汹汹要找韩贝塔算账。急促的砸门声和怒骂声打破小屋宁静，熟睡中的韩贝塔骤然睁眼，他最恨有人在睡觉时打扰自己。韩贝塔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敢打我家崽子，今天跟你没完！门外的怒骂和砸门声越来越凶，韩贝塔面无表情走向门口。床下的傻狗察觉到主人的暴怒，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韩大强带着10多个拎着铁锹锄头的村民，身后跟着得意洋洋的熊孩子，正要踹门时，屋门突然被从内踹飞，狠狠砸在韩大强身上。一道黑影瞬间冲出，韩贝塔赤手空拳夺过铁锹，3下5除2就将所有村民撂倒，动作快到只剩残影。刚刚还嚣张的熊孩子看到这一幕，瞬间吓破胆，齐刷刷跪地求饶。韩贝塔眸中红光微敛，意外发现这些村民体质远超常人，挨了重击还能咬牙站起，身上的凶性也绝非普通村民可比。他瞬间意识到，韩家村远比看上去要神秘。就在村民们再次围上来时，一道苍老的怒喝声传来，是韩家村村长匆匆赶来。韩贝塔，老夫是韩家村村长，你爷爷是我堂兄，之前的事必定是误会。误会，确实是误会。昨晚要不是我，这几个小兔崽子早就死在南区了。大半夜跑去烈士墓拔大刀，那是他们能碰的。你们连孩子都管不好，还有脸来找我算账？此话一出，所有村民脸色骤变，瞬间明白自己被熊孩子蒙骗，闯下了大祸。韩大强起初被韩贝塔怒斥的怒火中烧，可听到自家崽子竟要去拔南区烈士墓的大刀时，瞬间头皮发麻，满脸愤怒化为极致恐惧。他清楚，那是关乎全村生死的禁忌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敢去南区拔刀，是活腻了吗？熊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韩大强瞬间明白自己竟被亲儿子当枪使。老子千叮万嘱不让你靠近牧场，你大耳旁风，那是老祖宗的布局，关乎全村性命，你还敢哭？韩大强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当场大义灭亲。韩贝塔冷眼旁观，脚下的傻狗不知从哪搬来小板凳，蹲在一旁吃瓜，模样憨贱又滑稽。韩大强还想再动手，一旁的中年妇女急得哀求老村长制止。就在这时，一记重重的耳光抽在韩大强脸上，这一巴掌打你教子无方，管不好儿子，险些害死全村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不等韩大强反应，第二记耳光再次落下。这一巴掌打你是非不分，被孩子耍得团团转，还带人上山寻衅报复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还没死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韩大强被训得不敢反驳，其他村民也纷纷低下头。原来韩大强是村长之子，熊孩子是村长之孙，父子俩火爆脾气，狠辣打法如出一辙，妥妥的亲爷孙。老村长对着一众村民厉声呵斥，身为韩家族长，他手握族权，一言便能将族人逐出族谱。村民们被骂得哑口无言，只能乖乖拎着自家熊孩子下山，等待他们的是更严厉的家法。老村长看着不成器的儿孙，满心疲惫，他让儿媳先行离开，独自向韩贝塔致歉。韩贝塔，这事是村里对不住你，老夫替所有人给你赔罪。韩贝塔侧身躲开，丝毫没有接受歉意的意思。你可以离开了，让老夫给你爷爷上炷香。韩贝塔没有拒绝。老村长走进屋内，对着关中的老人上香追忆。离开时，他主动提出送物资修补屋门，却被韩贝塔直接回绝，因为规则时早已说明，村民不会提供生活物资，需要自给自足。不必了，村里不是一直把我当外人吗？老村长脸色一僵，满心羞愧。上一代的恩怨早已让韩贝塔成了村里的外人，他无从辩解。等等，韩家祖墓要翻新刻字，让人送金漆和红漆来，日落之前必须送到。老村长立刻应声答应，随后快步下山。韩贝塔卸下冷峻伪装，打了个哈欠，转身回屋补觉。
韩家村内，村民们拎着被吓傻的熊孩子回了家。霎时间，全村响起此起彼伏的惨叫。老村长随后召开族堂，各家家长听完训话，又把孩子拖出来重罚。整个村子都被杀猪般的哭喊声笼罩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天选者的处境惨不忍睹。村民们抱着丧子之痛，拎着猎枪冲到各间守墓小屋。天选者一开门就被枪顶着头，强行拖拽出门，遭到单方面暴打。失去儿子的韩大强如同丰兽，出手狠辣至极，根本不顾天选者的死活。白头鹰布鲁斯、冰熊安德鲁纵然身体素质远超常人，在枪械和村民的怪力面前也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蜷缩在地护住要害，臂骨都被一拳打裂。日落国亚伦凭借透明人天赋勉强躲藏，最后还是被村民揪出惨遭毒打。而樱花国的工藤有马是所有天选者中最凄惨的一个。工藤有马年纪小，体质弱，本想靠口才辩解脱身，可暴怒的村民根本不听，一枪托直接砸在他脸上。他刚想求饶，又被一枪托砸中，脑袋昏沉不堪，只能死死护住头部，苟延残喘。都是你这个灾星，克死你爷爷，害死我儿子，当年就该把你溺死。韩大强的风言风语意外暴露了村子厌恶天选者的真相，还被村民视作不祥之人。外界各国观众看到这一幕，瞬间炸开了锅，终于弄懂规则时的隐秘。就在天选者快要被活活打死时，老村长及时赶到，制止了这场暴行。韩大强带走儿子尸体，留下一众遍体鳞伤的天选者。布鲁斯、安德鲁多处骨折，亚伦断了2根肋骨，工藤有马面目全非，近乎成了废人。此时，一直藏在米缸的肥老鼠悄悄溜出，叼来古怪草药救治工藤有马和亚伦。这只老鼠根本不是普通野鼠，而是爷爷留下的关键助力。可布鲁斯和安德鲁早已把老鼠宰了当成食物，亲手断送了自己的生机。龙国怪谈局高层从其他副本的隐秘中识破了肥老鼠的关键作用，立刻将情报传给韩贝塔，提醒他绝不能杀掉老鼠。怪谈世界内，韩贝塔和傻狗并未入睡，而是站在棺材前，盯着眼前胆大包天的肥老鼠。这只老鼠竟捧着酒碗，慢悠悠喝着良酒，被一人一狗包围也丝毫不慌，还拍着桌子示意贡品随便吃，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。喝了我的酒就得干活了。肥老鼠听懂了人话，滋滋回应2声，晃晃悠悠爬到床下，对着一块地砖敲了敲，随即醉倒在地。韩贝塔将老鼠放回米缸，用罪孽匕首撬开地砖，取出一个漆黑木盒，木盒里装着10个精致的金元宝，外表金光闪闪，实则是纸钱刷金漆制成，技艺堪称一绝。韩贝塔一眼便知，这是墓中诡异使用的货币，对活人无用，却是牧场里的硬通货。另一边，工藤有马和亚伦靠着老鼠的草药勉强恢复行动能力。工藤有马整个人怨毒到了极点，心中对村民恨之入骨，甚至动了破坏南区平衡、同归于尽的念头。他也找到了金元宝，却不知在盘算什么。白头鹰和冰熊高层心急如焚，可2次提醒机会早已用尽，根本无法告知布鲁斯、安德鲁老鼠和金元宝的秘密。这2人还在啃着鼠肉，对错失的机缘一无所知。日落时分，老村长派人将金漆红漆送上山，还额外送来1车生活物资，熏肉、良酒、香烛、纸钱应有尽有。韩贝塔看着堆成小山的纸钱香烛，面露疑惑。韩大哥，过几天就是中元节，村长让多带点，肯定用得上。韩贝塔闻言面色微变，瞬间洞悉关键。中元鬼节，鬼门大开，这座牧场的凶险即将迎来新一轮爆发。越是临近中元节，牧场中的诡异越是躁动不安，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暴动。中元节恰好是第7天晚上，而此刻才是守墓人副本的第2天，危机已然步步紧逼。韩贝塔从村民口中得知，守墓人专用的灯油极为特殊，村里无法供给，只能由守墓人自行解决。屋内剩余的灯油最多支撑4-5天，一旦耗尽，破旧油灯便会彻底失效。这盏油灯是守墓人的身份象征，更是震慑邪祟、照亮黑夜的核心道具。若是中元节当晚无灯可用，韩贝塔就要摸黑巡夜，置身群鬼环绕的绝境，凶险程度会直线飙升。凭借村子的渠道，韩贝塔提前知晓中元节危机，可其他天选者对此一无所知。巨大的信息差足以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韩贝塔用村里送来的熏肉腊鸭熬煮肉粥，打算吃饱喝足再处理麻烦。热气腾腾的肉粥香气四溢，馋得傻狗直流口水，与其他天选者啃鼠肉吃野菜的凄惨处境形成天壤之别。夜幕降临，屋门早已被韩贝塔踹飞，空荡荡的门口外阴风阵阵，一座座坟墓如同鬼眼般盯着屋内。换做其他天选者早已心惊胆战，韩贝塔却自顾自熬粥，全然不把外面的诡异放在眼里。屋内壁钟敲响10点，韩贝塔看都没看，规则在他面前形同虚设。饭没吃完，绝不出门。肉粥即将熬好，外面骤然刮起刺骨阴风，径直吹入屋内，瞬间熄灭柴火，还险些掀翻肉粥锅。韩贝塔面色瞬间冷了下来，乱葬岗的诡异竟敢主动搞事，彻底触怒了他。韩贝塔拿起破旧油灯，径直走出屋子。傻狗在美食和主人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后者，屁颠屁颠紧随其后。小屋外呼啸的阴风愈发狂暴，充满赤裸裸的挑衅。乱葬岗地面剧烈震颤，蛇鼠毒虫疯狂逃窜，一道道残缺不全的诡异虚影从坟墓中爬出。这群诡异之中，最为显眼的是一只比其他个头更大的诡异，显然他是这场暴动的幕后主使。无数诡异将韩贝塔和傻狗团团围住，堵死所有退路。
将两人视作待宰的猎物。外界龙国观众满心担忧，白头鹰、樱花国观众却幸灾乐祸，嘲讽韩贝塔狂妄作死。可身处包围圈的韩贝塔脸上没有半分惧色，嘴角反而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。他周身邪恶疯狂的威压骤然爆发，百无禁忌天赋全力开启，丝丝黑雾缠绕半身，化作禁忌般的恐怖存在。昨晚的话你们全当耳旁风了，谁做出头鸟我就杀谁，一帮贱骨头，非要我大开杀戒才肯安分。冰冷的话语落下，乱葬岗瞬间死寂，还没爬出来的诡异立刻缩回坟墓，步步紧逼的诡异也齐齐后退，眼中露出极致的恐惧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仅仅一夜过去，韩贝塔的实力变得更加恐怖，远超昨晚杀鸡儆猴时的程度。领头诡异见状暴怒咆哮，他并非敢主动挑衅，而是怕同类退缩，自己沦为出头鸟被韩贝塔清算，此刻进退两难，满心绝望。韩贝塔昨夜重创西区墓主，又完成罪孽强化，百无禁忌3S 级天赋进一步显化，让他比昨夜更加强大。诡异回头怒骂时，身后早已空无一人，所有诡异全都仓皇逃窜，只剩他孤零零站在乱葬岗中，瞬间僵在原地。丑八怪，你在找什么？韩贝塔话音未落，罪孽匕首带着禁忌黑雾，狠狠捅入诡异的后脑。黑雾疯狂蚕食其魂魄，凄厉的哀嚎响彻乱葬岗，却没有任何诡异敢露头相救。狗头诡异瞬间被灭杀，罪孽匕首的暖流涌入韩贝塔体内，他红光闪烁的眼眸盯着诡异的坟包，嘴角勾起恶鬼般的狞笑。傻狗，刨了他！傻狗瞬间褪去憨厚伪装，巨爪一挥便刨开坟包，拖出一具裹着麻布的畸形尸体。韩贝塔从不同情想要杀自己的怪物，他要以这具尸体立威，给整个乱葬岗定下规矩。我有言在先，敢做出头鸟者，刨坟鞭尸，挫骨扬灰。我说到做到，今天就教你们什么叫规矩。傻狗喷出狂暴地狱火，瞬间焚化诡异的尸体。韩贝塔并未就此罢休，他精准记着所有帮凶的墓碑位置，下令傻狗挨个刨坟清算。胆敢现身阻拦的诡异，全被他一刀斩杀，再由傻狗焚成灰烬。20-30个出头的诡异接连被灭，乱葬岗剩余的诡异全都噤若寒蝉，缩在坟中不敢动弹。这群乌合之众，终究被韩贝塔以最凶残的手段彻底镇压。从今以后，我的规矩就是规则，不服者，他们就是下场。连杀数十头诡异后，韩贝塔再度完成强化，肉身体魄迎来质的飞跃，傻狗也获益匪浅，实力大幅提升。直播间的龙国观众瞬间炸开锅，有人误猜韩贝塔的天赋是变身诡异，这个猜测飞速传遍全网，各国高层全都震惊不已。白头鹰帝国立刻发难，发文宣称韩贝塔是潜入人类的诡异，要求处死他以绝后患。樱花国紧随其后附和，一众小国也跟风指责龙国，龙国直接强硬回怼，立场鲜明，韩贝塔是龙国的希望，无论天赋如何，龙国都会誓死守护。这番表态让冰熊帝国更加坚定与龙国合作，不少墙头草国家也开始向龙国靠拢。龙国怪谈局内，魁局又喜又忧，喜的是韩贝塔天赋强悍，忧的是各国绝不会坐视龙国崛起，白头鹰必定会暗中使绊。可全世界都不知道，韩贝塔的真正天赋并非变身诡异，而是百无禁忌。怪谈世界里，韩贝塔对现实的风波一无所知，他彻底镇压乱葬岗，坐稳了守墓人的管理者位置，而其他天选者依旧在隐忍苟活，打不过斗不赢，只能默默蜷缩，苦苦支撑。工藤有马、布鲁斯、安德鲁、亚伦4位天选者忍辱负重，一边要小心翼翼伺候乱葬岗的诡异，一边还要按西区墓主的要求种树、上供，被琐事折腾得手忙脚乱，疲惫不堪。韩贝塔强势镇压乱葬岗后，才带着傻狗慢悠悠回屋吃饭，睡了一整天又经历激战，一人一狗早已饥肠辘辘，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肉粥被吃得干干净净，又啃了一篮野果，才勉强吃到7分饱。吃饱后，韩贝塔打算处理乱葬岗的乱象，光靠武力镇压无法长久，守墓人的本职工作必须完成，偶尔也要给诡异一些甜头。傻狗，你不能再混吃等死了！你是牧场2号人物，一人之下万鬼之上，要扛起责任。乱葬岗交给你，我去东区修墓碑，遇到不服的尽管刨坟鞭尸，有刺头就喊我。傻狗连连点头答应，韩贝塔对他十分放心。临走前，韩贝塔当众警告乱葬岗的诡异，不许肆意闹事，随后便拎着金漆红漆前往东区韩家祖墓。韩贝塔离开后，傻狗立刻开始干活，他除草的方式简单粗暴，一口地狱火喷出，杂草粪便全被焚烧殆尽。至于墓碑被熏黑，他全然不管，只让不服的诡异去找韩贝塔。傻狗还四处撒尿圈地盘，乱葬岗的诡异气得发狂，却忌惮韩贝塔的凶残，只能默默忍耐。傻狗烧了几叠纸钱分给诡异，鬼鬼祟祟确认韩贝塔不在后，拖出老师摇椅躺平，不知从哪摸出一本杂志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模样贱兮兮的，还时不时发出狼嚎。龙国观众被傻狗的操作逗得捧腹大笑，谁也没想到憨厚的傻狗背地里如此会偷懒耍滑。韩贝塔在东区专心雕刻墓碑、刷新漆，耳尖微动，听到乱葬岗的狼嚎，知晓恶风的野兽前来刨尸，他头都没抬，有傻狗镇守，再凶的野兽也只是送上门的夜宵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天选者也遭遇狼群刨尸的危机，放任狼群会引发诡异暴动，阻拦则要直面恶狼，天选者们陷入两难。可狼群早已盯上鲜活的天选者，毫不犹豫发动了袭击。冰熊帝国天选者安德鲁出身特战小队，徒手格斗与应变能力极强，在一众天选者中属于顶尖强者。他的天赋坚韧是防御型能力，能让血肉肌肤变得坚硬，大幅抵抗伤害。这份天赋源于安德鲁童年被欺凌的经历，小时候瘦弱的他渴望拥有强壮的体魄与抵御伤害的能力。进入怪谈副本后，坚韧天赋就此觉醒。面对狼群突袭，安德鲁正面硬刚，恶狼的利爪只能勉强撕开他的表皮，无法造成重创。他精通格斗术，专攻狼妖弱点，轻松打残恶狼。即便被老狼咬住喉咙，也凭借天赋护住要害，一拳反杀老狼。
连杀数头恶狼后，安德鲁身上虽有伤口，却流血极少。狼群见对手难缠，准备撤退并拖走同伴尸体，安德鲁却死死抓住一具老狼尸体。这具狼尸足够他支撑好几天，解决食物危机。他完全沉浸在找到食物的喜悦中，根本没注意到打斗中油灯洒出大量灯油，火焰变得暗淡微弱。一阵阴风吹过，油灯瞬间熄灭，彻底陷入黑暗。不好！黑暗降临，乱葬岗的诡异瞬间苏醒，无数双冰冷的眼睛贪婪地盯着安德鲁。安德鲁不敢回头，疯了一般朝着南区烈士牧场狂奔。巡夜规则禁止他返回小屋，只有南区是唯一生路。乱葬岗里伸出无数鬼手，疯狂撕扯安德鲁的身体，可他靠着坚韧的意志死死支撑，终于看到了南区的血锈大刀，最后一丝希望涌上心头。可就在此时，窒息感汹涌而来。安德鲁思维浑浑噩噩，全身背负千斤重担，血锈大刀的倒影中映出他的真实模样，一具被掏空血肉的人形白骨，仅剩眼珠还残留着求生欲。原来我早就死了。安德鲁眼中闪过解脱，恍惚间看到家乡与亲人，最后一丝光亮彻底熄灭，白骨轰然倒地，尾随而来的野兽一拥而上，将他分食殆尽。阴风呼啸，如同无声的嘲笑，怪谈提示音随之响起。冰穹帝国天选者安德鲁陨落，开始降临惩罚，诡异入侵将于10分钟后在摩罗尔斯降临。冰穹国高层心绪久久难平，他们以全局视角清晰目睹安德鲁被诡异剥离血肉，掏空内脏，即便生机尽失，安德鲁仍凭着最后一丝意志从乱葬岗狂奔至南区。这等壮举早已突破人类极限。他是冰熊的英雄，反正到了最后一个，立刻不输，不是一切带着绝望的路的救人。厄运接踵而至，安德鲁陨落触发的惩罚之地摩罗尔斯，既是冰熊核心海湾港口，也是安德鲁家人世代居住的故土。此前帝国曾派人接其家人迁居首都，却被婉拒，他们只想守着家等安德鲁归来。冰熊大帝动用最高权限，要在惩罚降临的最后10分钟为英雄家人开辟生路。可秘书的急报让整个指挥厅瞬间死寂。大帝，安德鲁的家人拒绝撤离，他们要留在家里，怕安德鲁回来找不到归途。铁血冷酷的冰熊大帝也为之动容，一声叹息道尽无奈。最终摩罗尔斯仅有数千人逃生，安德鲁一家永远留在了这座即将沦陷的城市。镜头切回怪谈世界，白头鹰天选者布鲁斯身陷绝境，他是荒野求生大师，擅长生存周旋，近身搏杀能力极差，面对恶风的狼群，只能举着沾灯油的火把勉强威慑。可饥饿早已让野兽无所畏惧。布鲁斯身上伤口不断增多，火把与油灯的火焰日渐微弱。乱葬岗的诡异们冷漠旁观，丝毫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。被逼到绝路的布鲁斯做出了触碰禁忌的疯狂抉择。放开yo，全都给我滚开！布鲁斯不顾禁忌，疯了般刨开身旁的小坟包，硬生生拖出一具红衣女鬼的尸体。尸体睁眼的瞬间，恐怖诡异污染瞬间爆发，布鲁斯浑身泛起死气，直挺挺倒地，当场毙命。恶狼也被诡异血丝切割成碎块。红衣女鬼缓步走到布鲁斯身前，空洞的眼眶盯着毫无动静的躯体，小小的脑袋里满是疑惑。他还未动手，这个刨坟的人类就自行毙命。满心晦气的他只能爬回坟包重新沉睡。油灯耗尽，火光熄灭，女鬼再次探出头，砍下布鲁斯的手臂试探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最终带着满腹困惑缩回了土中。布鲁斯陨落的消息传回白头鹰，高层气得破口大骂，国内民众陷入恐慌。可怪谈惩罚提示迟迟没有响起，白头鹰上下全都懵了，死死盯着直播里的尸体，满脸不解。怪谈世界里，所有人都认定工藤有马必死无疑，因为他伤势最重，体质也最弱，连安德鲁和布鲁斯都没能活下来。这个病态的樱花国高中生根本没有胜算，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。工藤有马不仅活了下来，还全歼了所有恶狼。乱葬岗铺满野兽碎尸，动手的并非工藤有马，而是一个浑身缠满绷带、佝偻身形的废老鬼。他的绷带化作利刃，瞬息间就将所有恶狼斩成碎块。原来他早已推断出元宝是牧场硬通货，对诡异有着致命吸引力，打算靠有钱能使鬼推磨请诡异出手解围。一颗金元宝拿出，乱葬岗瞬间躁动，诡异们都在观望等加价。可绷带诡异直接出手抢单，瞬间解决狼群，引得其他诡异在坟中暗自怒骂，恨他恶意内卷坏了规矩。这是您的报酬。工藤有马双手递上金元宝，绷带诡异接过宝物，漆黑眼眸闪过一丝激动，转身准备回坟。可身上的剧痛与屈辱，让工藤有马瞬间被恨意冲昏头脑，叫住了眼前的诡异。等等，我再给你1颗金元宝，帮我杀了早上殴打我的村民。绷带诡异贪婪地盯着工藤有马怀里的木盒，点头又摇头，直指整盒金元宝。杀一个村民，1颗金元宝远远不够，他要全部的报酬。工藤有马脸色瞬间铁青，果断拒绝这狮子大开口的要求，转身收拾狼尸。他再恨韩大强，也不会交出保命的全部金元宝。与此同时，日落帝国的亚伦也用同样的方法化解危机，收获了大量狼尸作为食物。画面转回韩贝塔这边，他早已完成苏家祖墓的碑文雕刻与刷漆工作，正动身前往南区烈士牧场。镇守乱葬岗的傻狗也不负所托，将来犯的10几头恶狼全部解决，当成夜宵吃了个8分饱。蒙见本性尽显，南区烈士墓在爷爷生前的照料下格外整洁，杂草极少。韩贝塔简单清扫后，取出良酒，在每座墓前倒上1碗，又焚烧了大量纸钱，尽到守墓人的本分。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韩贝塔收拾妥当，拎着破旧油灯前往西区牧场。他身后一柄柄血锈大刀旁浮现虚幻身影，默默目送他走入黑暗。墓前的酒水也凭空消失。昨夜韩贝塔的震慑效果显著，西区牧场异常平静，妖魔化的枯树低调收敛，树上的诡异人头也藏得无影无踪，整片区域荒凉如蛮荒之地，只有3座墨黑墓碑立在中心。韩贝塔走到墨黑墓
墓碑前，静静注视着中间那座昨夜被他捅伤的墓碑，早已恢复如初。他瞬间识破真相，这根本不是墓碑，更像是巨型怪物的脚，整座山都可能是这怪物的身躯，实力绝不逊于上一轮的父亲。西区墓主被韩贝塔的目光盯得发慌，阴风呼啸发出警告，忌惮这个疯批天选者再次动手，连忙提醒种树的是，看看也不行，小气鬼。韩贝塔走向树林，面不改色的徒手拔起几棵大树，如同拔牙签般轻松，力拔千钧的模样震撼全场。他将大树栽在西区，树叶立刻微微枯黄，显然是被墓主吸食了生命力。老实点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韩贝塔返回乱葬岗，傻狗立刻激动地扑上去，他还悄悄修好了屋门，给韩贝塔留了烤狼肉当夜宵。蒙见本性藏得严严实实，一夜过去，断了手臂的布鲁斯尸体突然有了生机，猛地坐起身，他竟是死而复生。白头鹰高层和观众瞬间松了口气，原来他触发了一级天赋，活死人，陷入假死状态，骗过了红衣女鬼。活死人天赋能让他灵魂蛰伏，肉身失去生命体征，可限制极大，一旦陷入便如同植物人，全靠提前的心理暗示才能苏醒，若非绝境他绝不敢轻易使用。布鲁斯的油灯早已耗尽，黑夜降临后根本没有灯火庇护，红衣女鬼必定会找上门来。他早已杀掉米缸老鼠，断了机缘，此刻陷入绝境，只能孤注一掷。没办法了，只能再赌一把。布鲁斯吃光所有食物，拆了屋门和木板床，打造简易棺材，将自己埋进南区烈士墓旁的浅坑，只留小口呼吸，再次触发活死人天赋，打算假死撑过7天守灵期。南区的庇护能挡住诡异，他只求狗到副本结束。布鲁斯的操作震撼各国观众，而其他天选者的灯油也仅够支撑一晚，即将陷入同样的绝境。韩贝塔的灯油也只剩2天用量，灯火一旦熄灭，牧场诡异必定会彻底失控。夜幕再次降临，韩贝塔给米缸里熟睡的肥老鼠扔了点食物，准备和傻狗按老规矩巡夜。可刚推开屋门，一人一狗就愣住了，漫天迷雾笼罩整个牧场，唯有油灯火光能驱散迷雾，副本难度骤然提升。迷雾中，佝偻的老婆婆推着独轮车缓缓停在屋门前，她揭开红布，锅里竟煮着一颗颗人头，黄白色的油脂散发着异样香气。年轻人，刚熬好的灯油要不要来点？能照亮迷雾，庇护自身，一罐只要20颗金元宝。老婆婆一眼看穿韩贝塔有金元宝，直接坐地起价，将价格翻了1倍，一副吃定韩贝塔的架势。规则7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卖东西的老婆婆，你可以从她的手中购买到一些需要的东西，不过你要小心她的贪婪，不要轻易答应她的要求。龙国观众见状瞬间暴怒，纷纷怒斥老婆婆过分。韩贝塔脸上泛起疯批般的诡异笑容，看向傻狗开口：东西我想要，钱又不想给，傻狗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老婆婆脸上的贪婪瞬间僵住，她本以为吃定了这个心愿守墓人，没想到对方比她还蛮横，直接想明抢。傻狗悄无声息绕到老婆婆身后，堵住了退路。韩贝塔缓步逼近，恐怖的压迫感席卷而来。客人，玩笑开不得，小心招灾惹祸。老婆婆周身爆发浓郁诡异污染，整张脸迅速被黑毛覆盖，扭曲成狰狞的猫脸，锅里的头颅瞬间活过来，发出凄厉的怪叫。猫脸老婆婆想靠威压震慑韩贝塔，突然她身后就出现一只如同小山般的大狗，吞噬数十诡异进化后的傻狗，体型暴涨了几倍，灯笼大的眼睛死死盯住猫脸老婆婆，吓得她浑身毛发倒竖。在我地盘卖东西问过我了，想砸场子，你够格。2个选择，东西留下人滚，或者东西人都留下。猫脸老婆婆这才知道踢到了铁板，乱葬岗的诡异们全都探出脑袋看戏，阴风呼啸着嘲讽她自不量力。坟坑里的惨状就是得罪韩贝塔的下场。买卖不是这么做的，不给钱就不算卖喽，滚还是死？傻狗发出低沉怒吼，随时准备攻击。猫脸老婆婆不敢反抗，果断丢下满车灯油，转身就逃。等等，猫脸老婆婆以为韩贝塔要赶尽杀绝，瞬间戒备到极点。韩贝塔随手抛出一颗金元宝，稳稳落在她手中。我做事有原则，给钱就不算抢。猫脸老婆婆呆立原地，看着手里的金元宝，又望向韩贝塔的背影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一车货只换了1颗金元宝，赔得血本无归。傻狗则美滋滋推着独轮车，满载灯油返回小屋。与韩贝塔的顺风顺水不同，工藤有马面对老婆婆的坐地起价，只能拼命砍价。他动用1级天赋说服者，好不容易把价格从20颗金元宝砍到10颗，可他只剩9颗，还差关键1颗。客人，半价卖你，再加1具尸体换灯油。工藤有马瞬间心动，5颗金元宝加1具尸体，既能拿到灯油，还能剩4颗保命。可他不敢乱刨乱葬岗的坟，竟把主意打到了屋里棺材里的爷爷身上。尸体我给，但要等第7天守灵结束。老婆婆竟干脆答应，收了5颗金元宝，把灯油交给工藤有马。临走前的一句话让他毛骨悚然：鬼节那天，我来取尸体。工藤有马瞬间僵住，这才惊觉守灵第7天正是中原鬼节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另一边，日落帝国的亚伦则是走出了一条极端之路，他拿出所有金元宝，雇佣乱葬岗的诡异群起围攻，直接把猫脸老婆婆打跑，抢走了整车灯油。亚伦公然践踏规则，明抢诡异物资的操作，瞬间震惊全世界。这个一直低调透明的普通人，成了全球焦点。我知赢了，遵守规则只有4路一条，将他规则才能活。龙国怪物能做到的，我也可以。
亚伦本就是个普通中年人，靠着透明人天赋狗到现在，接连的绝境让他彻底崩溃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变得极端疯狂，成为继韩贝塔之后第2个践踏规则的天选者。就在亚伦迎来高光的瞬间，所有天选者都收到了2条全新的规则，规则内容相互矛盾，直接给所有天选者布下了新的生死陷阱。规则11：中原鬼劫，鬼门大开，百鬼横行，生人回避，因缘上路，届时将出现难以预料的危机。越是临近鬼劫，越是会出现更多的诡异事件，请看好手中的油灯，不要让代表希望的火焰熄灭。中元节晚上，不要离开代表着安全的屋子。规则12：第7天晚上8点的时候，将会有一辆神秘公交车出现在村子门口，那是你离开的唯一机会。然而，上车需要车票，请找到车票，不然的话将会被拒载。神秘公交会在村口等待15分钟，请不要迟到，过时不候。韩贝塔眼神平静无波，他早已看透怪谈用规则误导天选者的套路。身旁的傻狗直立起身，狗爪摸着下巴，模仿着韩贝塔思考的模样，一人一狗的动作出奇一致。一阵细微的滋滋声打破了屋内的平静。肥老鼠跳到棺材前的香炉旁，用小爪子拍打着香灰，明显是在给韩贝塔指引线索。这只老鼠是爷爷生前留下的伙伴，总能在关键时候给出提示。很快，韩贝塔从香灰中挖出一本破旧的日记本，一看就是爷爷生前的遗物。他拍掉日记上的灰尘，在全球观众的注视下缓缓翻开日记里的内容，揭开了所有隐藏的真相。日记里记录着爷爷的一生，他被一个道士断言命犯天煞孤星，是天生的守墓人。可爷爷一生桀骜不信天命，直到祭祖时发现了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活婴，那便是襁褓中的韩贝塔。日记里继续记载村民愚昧无知，将所有灾祸都嫁祸给年幼的韩贝塔，说他是灾星，是祸患。爷爷拼死护住韩贝塔，送他去城里读书。韩贝塔也不负期望，考中全省状元，成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。爷爷在日记的最后写下，自己寿元仅剩7天，早已为韩贝塔铺好了离开的路。日记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老旧的诡异车票，正是规则12里提到的上车凭证。完成指引使命的肥老鼠喝完最后一口酒水，打了个饱嗝便爬回米缸躺下，片刻后便没了呼吸。韩贝塔没有随意处理老鼠的遗体，而是为他摆放食物焚烧纸钱，感念他一路的帮助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天选者也通过各自的肥老鼠拿到了牛皮日记本和诡异车票，唯独白头鹰的布鲁斯依旧处于活死人状态，躺在棺材里毫无知觉，彻底错过了所有关键信息。在看透爷爷的全部布局后，韩贝塔直接选择撂挑子摆烂。他一脸郑重地将巡夜的任务交给傻狗，封他为木山2把手，承诺完成任务就给他找漂亮母狗。激动的傻狗当场尿了出来。傻狗凭借韩贝塔之前震慑牧场的余威，在各个牧区溜达划水，偶尔在坟头撒尿标记地盘。所有怪谈都忌惮韩贝塔，没人敢找傻狗的麻烦。傻狗完美完成巡夜任务，韩贝塔则一觉睡到天亮，全程躺赢。樱花国的工藤有马伤势未愈，无力承担繁重的守墓工作，躲在南区祖墓摆烂，激怒了西区牧场的主人。为了保命，他不得不低头服软，每天给西区怪谈送上金元宝赔罪，才勉强稳住局面。日落帝国的亚伦选择硬刚到底，他在屋外搭建火墙栅栏，不计消耗的给油灯添油，烧死了闯入的恐怖纸人，彻底惹怒西区牧场主人，却也凭借狠劲守住了安全屋。至此，所有天选者的状态彻底分化，韩贝塔摆烂躺赢掌控全局，亚伦硬刚逆袭，工藤有马氪金服软，布鲁斯沉睡待死。中原鬼节的生死倒计时正式开启。时间飞速流逝，怪谈副本来到第6天夜晚，距离中原鬼节仅剩最后1天，天选者与牧区怪谈的对抗进入了最激烈的白热化阶段。樱花国天选者工藤有马最终选择彻底低头，用金元宝换取西区牧场主人的宽恕，免去了每日劳作，勉强获得喘息的时间。可这也让乱葬岗的诡异盯上了他手中剩余的金元宝，接连不断的制造事端，让本就重伤的他焦头烂额，伤势严重的他连走路都变得迟缓虚弱。快了，就剩下最后1天了，我必须活下去。他深知剩余的金元宝是最后的保命筹码，绝不能轻易交出，只能拼命维持各方平衡。靠着绷带怪物猎杀的狼群，他勉强果腹。为了节省体力，他甚至不做烹饪，直接生喝狼血，生吃狼肉。短短几天，曾经病态白净的高中生变成了肮脏恶臭、形容枯槁的野人。日落帝国的亚伦处境比工藤有马更加糟糕，他没有金元宝贿赂怪谈，只能选择死磕硬刚。屋里的灯油是他唯一的筹码，每到夜晚，他就点燃火焰负隅顽抗。猫脸老婆婆曾找上门复仇，被他点燃屋子逼退，大半屋子被烧焦。天亮后，他又立刻收集木材修复。疯狂的蜕变让日落帝国高层无比震惊。白头鹰帝国的布鲁斯靠着天赋在棺材里躺了数天，他全然不知南区牧场外围每晚都会出现红衣女鬼的怨气身影。熊孩子破坏的布局早已失效，红衣女鬼离他的藏身之处越来越近，白头鹰高层急得跳脚，却毫无办法。怪谈世界里，韩贝塔正安然沉睡，把巡夜任务交给傻狗后，他过得轻松自在，每日睡到自然醒已成常态。几天充足的睡眠让他开始做梦，他梦到这个副本的爷爷牵着他的手，身边跟着已经死去的肥老鼠，梦到上一个副本的一家3口温馨吃饭的锅里依旧包着邻居的手臂，还梦到内心囚笼里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兽疯狂大笑，拍打着牢笼。最深处的记忆涌现，韩贝塔梦到了最初穿越到这个世界的场景。他被噩梦缠身，平静的面容骤然扭曲狰狞，身上平和的气息被邪恶疯狂取代，暴力之气肆意蔓延，如同挣脱枷锁的恶鬼。
外界龙国观众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发出惊呼，担忧韩贝塔出现意外。就在这时，傻狗突然狼狈地跑回屋内，那模样凄惨至极。傻狗的呜咽声将韩贝塔从噩梦中惊醒。韩贝塔最讨厌被人打扰睡觉，可看到傻狗满脸担忧的模样，眸中的红光褪去几分。他对这条忠心的傻狗向来格外宽容，可当看清傻狗浑身是伤的模样，眼中褪去的红光瞬间暴涨。谁干的？傻狗见状，立刻收起担忧的神情，气愤地用爪子指向西区，张牙舞爪地比划着将西区牧场主人打伤自己的经过卖力演示出来。整个木山之中，北区乱葬岗的怪谈被韩贝塔打怕了，不敢招惹傻狗。东区苏家祖墓是自家地盘，绝不会动手。南区是傻狗忌惮的区域，从不去撒尿圈地，打伤傻狗的只能是西区牧场主人。我知道了。韩贝塔拎起破旧油灯，让傻狗带上铁锹，准备前往西区。傻狗扛着铁锹跟在身后，却在瞬间察觉到异样。眼前的主人虽然语气神态和往常一样，却透着一股陌生的诡异气息，如同换了一个人。他用鼻子仔细嗅闻，确认是韩贝塔本尊后，瞬间放下心来。傻狗的小动作全被韩贝塔看在眼里，此刻主导身体的正是被囚禁的兽。内心的囚笼之中，真正的韩贝塔紧锁眉头，还陷在噩梦之中。兽看着蠢笨的傻狗，压下玩弄的心思，将目光投向西区，把那里当成了最好的消遣目标。一人一狗惊动了整个乱葬岗，无数虚幻身影远远观望，都知道西区的怪物惹到了韩贝塔，两大凶物即将开战，整个乱葬岗都蠢蠢欲动，既想看戏又怕殃及自身。此刻的西区牧场早已焕然一新，韩贝塔之前种下的花草树木枝繁叶茂，拱卫着中间3座墨黑墓碑，可树叶却透着枯黄，生机被墓碑不断抽走。西区牧场主人正烦躁不安，发出鬼哭狼嚎的声响。韩贝塔走到西区外围，抬手甩出数个装着古怪液体的罐子，罐子破碎的瞬间火花迸发，整片茂密的树林瞬间化为冲天火海。即便没有破旧油灯加持，这股狂暴火焰也对怪谈生物有着极强的克制力。妖魔化的枯树与树中诡异人头瞬间被火焰吞噬，化作恶臭液体蒸发殆尽。西区牧场核心的3座墓碑被火海围困，韩贝塔用来烧山的灯油是用尸油加诡秘材料熬制的特制灯油，见物就烧，连地面都能引燃。山下村民看到冲天火光，惊惧到不敢上山救火。全球观众的观点两极分化，龙国观众又惊又喜，樱花、白头鹰观众则怒骂韩贝塔是疯子，等着看他被反噬。火海之中，西区牧场主人的暴怒达到顶峰，自己的营养品被烧，小弟被杀，自身被灼烧。可他此前的狼狈全是伪装，作为被历代守墓人封印的老怪，大火不仅杀不死他，反而帮他冲破部分封印，力量暴涨。守墓人，你要违反当初的约定吗？你的先祖当年都杀不死我，就连汉老鬼也是如此，就凭这点火焰就想杀我？就是他打的你，上去刨了他，你找死！西区牧场主人被彻底激怒，地底涌出无数蠕动的诡异发丝，铺天盖地袭向一人一狗。兽满脸失望，只觉得西区主人太过弱小。他将禁忌黑气注入破旧油灯，油灯瞬间开裂，火焰暴涨成毁灭漩涡，瞬间吞噬所有诡异发丝。西区牧场主人发出痛苦咆哮，终于察觉眼前的韩贝塔早已换了灵魂。傻狗绕到墓碑后，扔掉铁锹，用爪子疯狂刨粉，疯狗模样彻底激怒地底老怪。整座木山地动山摇，西区主人妄图破土而出，可东区韩家祖墓、南区英烈墓、北区乱葬岗同时爆发力量，联手镇压西区。一旦老怪脱困，3大牧场都会被覆灭。这才有点意思啊！兽看到这一幕越发兴奋，比韩贝塔主导时强出数倍。罪孽匕首被黑雾拉长，化作漆黑锯齿长刀，吞噬周围所有光亮。地底的西区主人瞬间毛骨悚然，想要缩回巨掌却已来不及。纯粹的黑暗斩击骤然爆发，轻而易举撕裂了那如月巨掌。禁忌雾气瞬间将断掌彻底吞噬，地底深处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嚎，彻底震慑了整座木山。一刀斩落巨掌后，西区牧场主人终于反应过来，这个疯子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断手，而是他的本体。封印状态下的他根本不是对手，前一秒还气势汹汹，下一秒瞬间认怂。地动山摇的异象停止，地面缓缓复原，墨黑墓碑开始下沉，只想躲回地底保命。兽绝不会让猎物溜走，他肆无忌惮压榨身体生命力换取爆发力。禁忌黑雾再次暴涨，死死抓住墨黑墓碑往上拖拽，封印被一点点崩毁。3大牧场的镇压被黑雾轻松克制，西区牧场主人彻底懵了，一时间分不清对方是想杀他还是救他。被镇压数百年，他眼看有解封的机会，挣扎的动作都慢了几分。可一想到那双泛红的邪恶眼眸，瞬间毛骨悚然。这个疯子根本不是想救他，是要把他拖出来当众砍死。他立刻疯狂挣扎，再也不敢有半分解封的念头。全球观众此刻彻底慌了，龙国观众认出是兽在闹事，揪心他透支身体。樱花、白头鹰观众则叫嚣韩贝塔即将自毁。兽的状态急剧恶化，浑身开裂流血，却依旧疯狂发力，脸上只有病态的兴奋，甚至想杀掉没用的傻狗。就在长刀劈向傻狗的瞬间，兽的动作骤然一顿，内心囚笼里的韩贝塔已然苏醒，正漠然地盯着他。滚回去！不要！韩贝塔为了夺回身体控制权，竟然手臂突兀扭曲，调转刀锋狠狠斩向自己的脖颈。那颗带着邪恶疯狂笑容的头颅被硬生生斩断，所有人都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内心囚笼里传来受气急败坏的愤怒咆哮。韩贝塔，你疯了！韩贝塔的意识世界里，他面无表情地走出囚笼，将作乱的兽用钢铁枷锁死死锁回了囚笼之中。冷静理智与邪恶疯狂的2个灵魂再次碰面，韩贝塔淡漠地宣告，绝不会再有下一次，无视了受气急败坏的怒吼与咆哮，转身离开了意识深处。外界的西区牧场上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呆滞地聚焦在韩贝塔身上。
前一秒还要砍狗的疯子，下一秒居然自斩了头颅。这惊悚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，就连地底的西区牧场主人也不知所措，只觉得这个疯子突然自杀，他这个猎物总算能松口气。离得最近的傻狗当场崩溃，瘫在地上看着滚到面前的头颅，呜咽着就要随主人一同赴死。龙国观众彻底懵了，怪谈局的几位老高层险些被刺激的晕过去，樱花国观众拍手称快，白头鹰观众直呼韩贝塔终于覆灭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韩贝塔必死无疑时，韩贝塔的身体缓缓动，竟然将脑袋又安了回去，一道肉眼不可见的温暖光芒亮起，家人的祝福触发，免疫了这次必死伤害。脖梗处的恐怖伤口瞬间消失不见，他扭了扭脖子，仿佛只是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满血复活。这个来自第一个副本的保命能力被他用在了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方，外界不少观众直接被这一幕吓得失神。韩贝塔全然不在意这些，他先是闻到了墓碑上的尿骚味，抬手就给了傻狗一巴掌。你在他的坟头撒尿了。挨了熟悉的一巴掌，傻狗呆滞的眼神瞬间恢复清明，疯狂点头，激动地蹭着韩贝塔的手。这熟悉的气息，熟悉的力度，才是他真正的主人。即便接连挨了好几巴掌，他依旧一脸贱兮兮的笑容。韩贝塔查清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傻狗在西区墓碑上撒尿被打，才有了后面的事。要是没有受横插一脚，事情根本不会闹到这个地步。西区牧场主人察觉到受被镇压，胆气瞬间回笼，阴风再次呼啸起来，无声地控诉自己才是受害者，平白无故被撒了尿，洗了活澡，断了手掌，还差点被拖出来砍死。他憋屈到了极致，傻狗见状立刻对着墓碑狂吠，和他隔空对喷起来。都给我闭嘴！我养的狗我自己教训可以，轮不到其他人来教训。他有错也得我来收拾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你动他就是犯了我的忌讳。两个选择，要么此事就此作罢，就当没发生过；要么今天咱俩死一个。我才是受害者，好不好？西区牧场主人又气又怕，他忌惮韩贝塔的不死能力，更怕再次被受盯上。即便满心憋屈，也只能选择妥协。韩贝塔见状，放下一盒金元宝作为补偿，不愿再纠缠，只想带着傻狗回家睡觉。返程路上，韩贝塔反复叮嘱傻狗，下次察觉自己不对劲就立刻躲开。可傻狗全程傻乎乎讨好，半点都没听进去。一人一狗嬉闹前行，油灯微光照亮归途，氛围温馨又治愈。韩贝塔和傻狗离开后，西区牧场恢复平静，另外三大牧场也终于松了口气。全球观众的心情如同过山车，韩贝塔自斩复活的操作，让越来越多人猜测他的天赋能化身诡异。龙国高层又惊又喜，将他视为龙国崛起的希望，而白头鹰高层则彻底寝食难安，暗中下定决心，此子不除，后患无穷。韩贝塔全然不知，自己已经被白头鹰帝国列入了必杀名单，就算知道了，也丝毫不影响他回屋睡觉的兴致。昨夜和西区牧场主人大战一场，又强行压制作乱的兽，他早已精疲力尽，此刻心里只想着回屋好好睡一觉。路过乱葬岗时，里面的鬼怪个个低调蛰伏，没一个敢冒头。韩贝塔随口表扬了几句，顺便嘱咐傻狗以后少往人家坟头撒尿。傻狗只顾着摇头晃脑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到底听没听进去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直播间里，各国观众看着这一幕反应各异，龙国观众纷纷调侃乱葬岗的鬼怪被韩贝塔彻底打服，樱花国和白头鹰的观众却满是恶意，只盼着韩贝塔在即将到来的鬼节里栽跟头。翌日，笼罩木山的迷雾非但没有消散，反而愈发浓郁，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，连一丝阳光都透不进来。工藤有马浑身脏兮兮的，散发着浓郁的恶臭，脸色难看的盯着眼前的浓雾，气急败坏的咒骂出声。他很清楚，今晚就是中元鬼节，鬼门大开，阴人上路的日子。届时无数鬼怪倾巢而出，继续待在木山，死亡风险会直接拉满。他本想趁着天亮提前下山，到村口等着晚上的神秘公交，直接结束副本。可浓郁的迷雾成了最大的阻碍，只要他走进迷雾，就会陷入鬼打墙，无论怎么走都会绕回屋子门口。多次尝试耗尽了他大量体力，最终还是无济于事。该死，居然无法离开！他终于明白，整座木山都在阻止天选者白天离开，副本在逼着他们等到鬼门大开的夜晚再下山搭乘公交。可他已经能清晰感知到，整座木山的恶意几乎凝成了实质，那些埋在土里的鬼怪已经盯上了他，晚上下山的难度只会被抬到顶点。沉默片刻后，他还是咬着牙继续寻找下山的出路。另一边，日落帝国的亚伦尝试过后，也摸清了这个规则，他果断放弃了消耗体力的无用尝试，静心等待夜幕降临。今晚就是离开之夜，哪怕一丝体力都可能是活下去的关键。他必须养精蓄锐，连续几夜的生死对抗早已让他的胆气完成了蜕变。对牧场里毫不掩饰的恶意，他直接选择无视。我一定能离开这个鬼的房。看着直播里截然不同的两人，龙国观众纷纷感慨亚伦的沉稳，而樱花国观众则满心焦急，只盼着工藤有马能找到生路，平安度过今晚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日落西山，夜幕彻底笼罩大地，皎洁的圆月被阴影完全遮盖，天地间没有一丝光亮。原本死寂的木山开始出现稀稀疏疏的异动，阴风呼啸，鬼哭狼嚎，无数刺耳的嘶啸响彻山野。天空中浮现出一道虚幻宏伟的威严鬼门，闭合的大门缓缓裂开一道缝隙，无数虚幻的阴魂顺着缝隙飘荡而出。中元鬼节，鬼门大开，阴人上路，活人回避，无数阴魂重返人间，想要与亲人团聚，或是了结生前的执念。鬼节的夜晚，活人最好不要出门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遇到的究竟是人是鬼。受鬼门大开的影响，整座木山彻底暴动，天选者们纷纷动身，准备下山离开。今晚是他们唯一的逃生机会，不走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南区牧场里，一直躲在棺材里装死的布鲁斯，被提前留下的心理暗示唤醒。刚从活死人状态苏醒的他，脑子还迷迷糊糊的。已经是第7天了吗？这个怪谈副本还没有结束。可当他看到棺材板上刻着的规则11、规则12时，脸色瞬间惨白。2条规则对他而言全是死路一条。他没有离开的车票，根本坐不上神秘公交。他身处南区牧场，没有任何护身道具，就算想遵守规则回安全屋，只要踏出棺材就必死无疑。更别说还有那个一直盯着他的红衣女鬼。思来想去，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躲在棺材里，等第2天再想办法。可就在他准备闭上眼睛，再次进入活死人状态时，棺材外突然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异响。他下意识睁眼，瞬间浑身冰冷，如坠冰窟。棺材的透气小洞里，一双空洞的血色眼眶正死死盯着他。一道软糯又阴冷的声音顺着缝隙传了进来：“大哥哥，我找到你了。”在全球各国观众的沉默注视下，布鲁斯被红衣女鬼从棺材里揪了出来。在一阵惨无人道的折磨后，布鲁斯的直播画面瞬间黑屏。躲了7天的他，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怪谈世界的提示音响彻白头鹰帝国的上空。诡异入侵将于10分钟后降临芝加哥。芝加哥是白头鹰帝国顶尖的金融之都，对白头鹰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此刻却要不落圣都的后尘，沦为诡异入侵的决定。芝加哥的民众瞬间陷入混乱，疯狂咒骂着废物布鲁斯和不作为的高层，而那些高层早已坐着直升机提前逃离。对他们而言，布鲁斯的死，芝加哥的覆灭，都比不上除掉韩贝塔这件事重要。怪谈世界里，其他天选者早已动身下山，工藤有马狼狈到了极致，全靠手中的油灯庇护才勉强保住性命。无数诡异身影死死跟在他身后，仿佛盯上了他的命。直到他亲眼看到一头浑身缠绕绷带的诡异拿着金元宝贿赂鬼差，顺利进入鬼门，才瞬间恍然大悟。该死，他们是奔着金元宝来的。金元宝根本不是什么保命底牌，是牧场鬼怪离开这里进入鬼门的关键道具。他身上的2颗金元宝，就是引来无数诡异的催命符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掏出怀里的2颗金元宝扔了出去。无数诡异瞬间为了争抢金元宝厮杀起来，他也趁机逃出了重重包围，一瘸一拐的拼命向着山下跑去。另一边的亚伦因为早就把金元宝消耗殆尽，反倒没引起多少诡异的注意，只有零星几个身影跟在他身后，确认他身上没有金元宝后，很快就失去了兴趣。可就在他一路顺利的时候，前来报仇的猫脸老婆婆突然出现，愤怒的嘶吼从迷雾中传来，呼啸的狂风掀起飞沙走石，疯狂想要吹灭他手中的灯火。亚伦只能不断添加灯油，加大火势照亮迷雾，保护自身。多亏了之前抢来的一整车灯油，他才没有立刻陷入绝境。被追杀的亚伦一言不发，沉默地向着前方狂奔，他的眼眸里满是对活下去的坚定。他已经看到了离开的希望。直播间里，各国观众都为自家天选者捏了一把汗。龙国观众感慨2人截然不同的应对，樱花国和日落帝国的观众则满心祈祷，只盼着自家天选者能平安抵达村口。和其他天选者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截然不同，韩贝塔这边却安静的不像话。北区乱葬岗和西区牧场一片死寂，没有丝毫异动。如此反常的情况，让不少游荡过来的阴魂都侧目不已，纷纷疑惑本地的鬼怪为什么在鬼门大开的日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也让不少阴魂犹豫不决，不敢贸然靠近。就在这时，一头奇形怪状的阴魂盯上了山上那间破旧的守墓屋。他察觉到了活人的气息，而且屋里关着灯，没有半分防备力量。在他眼里，这就是送上门的饭票。脑子没转过弯的阴魂瞬间大喜，化作一道残影就向着屋子冲去，想要先大快朵颐一顿。可他还没靠近屋子10米范围，就被一大群乱葬岗的鬼怪半路截住，直接拖到了地底暴打。这些鬼怪心里骂翻了天，好处能轮得到你一个外来的？真让你冲进去打扰了那个疯子的美吗？大家伙都得跟着遭殃，不打疯不打傻，就他妈打你这种不长眼的。外面的动静闹得有些大，屋里的灯火很快被点亮。睡了整整1天的韩贝塔醒了过来，脸色依旧有些苍白，声音低沉沙哑。受闹出来的后遗症还在，即便罪孽匕首的能量让他变得更强，可身躯内部早已千疮百孔，没有10天半个月根本养不好。不过他很清楚，只要成功通关副本回归现实，所有伤势都会瞬间恢复巅峰，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能活过来。傻狗，我饿了。傻狗看到主人醒了，连忙把早就煮好的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肉粥推了过来，亲昵地蹭着他的手臂。很显然，这是一条会做饭会照顾主人的狗子。直播间彻底被欢乐的气氛笼罩，龙国观众纷纷调侃乱葬岗的鬼怪被韩贝塔彻底打服，都成了他的免费保镖。而樱花国和白头鹰的观众则满是嫉妒，无法接受韩贝塔如此轻松的处境。韩贝塔喝完一锅热气腾腾的肉粥，状态明显好了不少。此时正好是晚上7点，神秘公交将在8点抵达村口，且只停留15分钟，这意味着韩贝塔只剩下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而其他天选者早已朝着村子赶去。从进度上看，他已经明显落后了。直播间里，龙国观众急得团团转，疯狂发弹幕催促韩贝塔动身。可樱花国和白头鹰的观众却满是幸灾乐祸，只盼着他错过公交，永远困在木山里。可韩贝塔丝毫没有急着出发的意思，他起身走到棺材前，抽出3炷香点燃，缓缓祭拜后插入香炉。眼前的棺材比之前微微倾斜了些许，棺板也被掀开了一道缝隙，他却像没察觉一样，将棺材重新推好摆正，目光悠悠地直视着棺上镶嵌的黑白照片。良久，才轻声说了一句走了，便转身向着屋外走去。屋外，一头如小山般庞大的傻狗正静静等候着。此前傻狗多次吸收诡异力量，已经可以将身躯变大很多。韩贝塔直接坐到他的背上，傻狗先绕着4大牧场巡视了一圈，确认所有鬼怪都安分守己后，才载着他向着山下疾驰而去。
黑夜缭绕，迷雾重重，小山般的庞然大物在山野间快速奔驰。木山上，4大牧场的鬼怪默默看着那道身影消失在黑夜里，直到彻底看不见了，才敢从坟墓里走出来。这个煞星总算走了。原本死寂的木山瞬间热闹了起来。这些被2代守墓人强势镇压了许久的鬼怪，像压抑太久的囚犯，肆无忌惮的冒头作乱。若不是东区祖墓和南区牧场的封印还在，他们只怕能直接翻了天。丛林里，猫脸老婆婆一脸不屑地看着这一幕，狠狠啐了一口。蠢货，走了小的，还有老的呢。一阵冷风吹过，寂静的屋里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声音的来源正是那口漆黑的棺材。棺板被猛然掀开，一只枯瘦的手从里面缓缓伸了出来。这一幕让直播间彻底炸开了锅，龙国观众这才恍然大悟，爷爷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守着木山，守着韩贝塔。而樱花国和白头鹰的观众则满脸不可置信，无法接受这反转的剧情。韩家村内，因为中元鬼节，家家户户都紧闭房门，街上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工藤有马在村里的路上疯狂奔跑，急促的喘息扯动伤口，带来阵阵剧痛。可当他看到迷雾中缓缓驶来的神秘公交时，脸上瞬间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，他就要通关这个怪谈副本了。樱花国的民众和高层瞬间爆发出欢呼，开始提前庆祝，认定樱花国会是此次副本第一个通关的国家。可过于激动的工藤有马完全没注意到脚下突然出现的一块石头，啪的一声狠狠摔了个狗吃屎，手中紧握的破旧油灯也飞了出去。一阵微风拂过，油灯的灯芯瞬间熄灭。工藤有马顾不得身上的剧痛，看到熄灭的油灯，一股冰寒刺骨的恐惧瞬间席卷全身。黑夜之中，没有油灯的庇护必死无疑。他反应极快的爬起身，疯了一样朝着公交的方向冲去。只要上了公交，他就安全了。可一道低沉沙哑的猫叫声突然在他身后响起。客人，老身来找你收尸体了。等等，爷爷的尸体在山上。老身又不是疯了，让你忽悠几句就跑去动韩老鬼的棺材。那个老家伙死没死，老身还不知道。哇，你的小伎俩还是太嫩了。话音未落，锋利的利爪便撕裂了他的喉咙。工藤有马的眼眸骤然暗淡，到死才明白，对方从始至终要的都是他的尸体。提示音响彻整个樱花国，刚刚还在欢呼庆祝的樱花国高层和民众瞬间僵在原地，呆滞地看着彻底暗淡下去的直播画面。神户市是樱花国的重要经济命脉，可此刻却彻底沦为人间炼狱，再无半分秩序可言。樱花国高层慌不择路，厚着脸皮向白头鹰祈求，希望对方能出手帮忙使用怪谈道具，结果却遭到了白头鹰的严厉训斥，被骂做狗就要有做狗的样子，不该惹爸爸生气。10分钟后，神户市连同156万樱花国民众被诡异入侵彻底吞噬，最终逃出来的不到2000人，全是手握权柄的大人物及其家属。看着神户市沦陷的画面，直播间里一片死寂。龙国观众只觉得樱花国是咎由自取，而樱花国民众则彻底疯魔，疯狂咒骂着已经陨落的工藤有马，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了他的身上。怪谈世界里，日落帝国的亚伦处境也岌岌可危，被猫脸老婆婆一路追杀的他狼狈不堪，浑身布满伤痕。虽然有破旧油灯的庇护，能挡住猫脸老婆婆的正面袭击，可耳边呼啸的诡异低语还在不断麻痹他的意志，劝他停下脚步，放弃挣扎。可他依旧无比坚定，哪怕双腿像灌了水泥一样沉重，也依旧咬着牙向前狂奔。他已经看到了村口停下的神秘公交，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他嘴里反复念叨着要回家，要见妻子和孩子，靠着这股执念，硬生生撑到了现在。眼见亚伦依旧负隅顽抗，猫脸老婆婆彻底怒了。就在亚伦前进的路上，突兀的出现了一块崎岖的石头，精神高度紧绷的亚伦和之前的工藤有马一样，没能注意到脚下的陷阱，狠狠绊倒在地，身上的几罐灯油当场摔碎，手中的破旧油灯也瞬间熄灭。一直隐匿在阴影里的猫脸老婆婆骤然现身，挥舞着锋利的利爪，朝着地上的亚伦狠狠抓去。你死定了！谁死还不一定呢。就在利爪即将碰到他喉咙的瞬间，亚伦猛地掏出2块打火石碰撞，迸溅出的火花落在他早已被灯油浸湿的衣服上，瞬间燃起恐怖的烈焰，将他整个人化作了人形火炬。猫脸老婆婆猝不及防，被热浪扑了个正着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亚伦居然会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思，提前在衣服上浸满了灯油。可化作人形火炬的亚伦根本不顾身上火焰的灼烧，猛地一砸腹部，将出发前喝进胃里的半锅灯油尽数喷出，化作一道狂暴的火柱，狠狠撞在了来不及撤离的猫脸老婆婆脸上。猫脸老婆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身上的绒毛和衣服瞬间被点燃，如同丧家之犬般向着迷雾深处疯狂逃窜，彻底被亚伦的疯狂吓破了胆。就在这时，村口的神秘公交缓缓打开了前门，亚伦拖着燃烧的身躯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冲了上去。刚一上车，他身上的火焰便骤然熄灭，浑身焦黑的他直接瘫倒在地，气管和呼吸道早已被烧得千疮百孔，唯有右手还死死攥着那张被保护的完好无损的车票。在车内一众诡异乘客的注视下，公交前门骤然闭合，缓缓发动，向着远方驶去。怪谈世界的提示音随即响彻全球。恭喜日落帝国天选者亚伦以4星级评价通过本轮怪谈副本。守墓人奖励日落帝国国民整体寿命加5年。直播间里，所有人都被亚伦的狠劲震撼了，龙国观众纷纷为他的毅力和勇气点赞，日落帝国的民众更是彻底沸腾，欢呼雀跃，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日落帝国首都，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出现。我回来了。
进入怪谈副本前，他只是个买好蛋糕准备回家庆生的普通父亲。此刻他没有通关的喜悦，只想尽快和家人团聚。可刚要离开地铁站，就被日落帝国官方人员拦下。要龙安先生，您的家人已被保护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您现在处境危险。亚伦脸色骤变，家人是他活下来的唯一幸免。他清楚高层不会无故针对他，此事必然另有隐情，而真相很快浮出水面，一切都来自不安分的白头鹰帝国。怪谈世界，韩贝塔骑着傻狗抵达村口。下山路上，几头不长眼的孤魂野鬼被他随手斩杀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傻狗变回正常田园犬模样，守在他身边。没过多久，迷雾中缓缓驶来一辆老式公交。看到公交出现，龙国观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知道韩贝塔即将顺利离开副本。而樱花国观众满是嫉妒，无法接受韩贝塔一路畅通无阻。公交停在韩贝塔面前，他带着傻狗直接上车。公交缓缓启动，突然，远处木山传来震耳巨响。众人回头望去，只见一道苍老身影立于木山之巅，肩头还站着一只肥老鼠。老人散发出镇压整座木山的恐怖威压。车内，韩贝塔望向那道身影，他早已从日记本中看懂一切，也明白了这个副本的真相。以诡异之虚执守木之指，当真是好手段。韩贝塔可以确定，爷爷是真的死了。人力中有穷尽，即便强如爷爷，也无法永生镇压木山。既然人寿有限，那便化作诡异，以阴气为引，炼己成鬼，永世镇守此地。观众们这才恍然大悟，爷爷从来不是幕后黑手，而是用生命守护木山，守护韩贝塔。这份以诡异之躯履行守墓职责的深情，让无数人为之动容。爷爷需要7日时间将自己炼为诡异，这7天里他无法出关，便需要天选者暂代守墓人维持平衡。而规则11与12本就是2条路，留下可保平安，却要永世困于木山。持票乘车便能回归现实，完成副本。恭喜天选者完美通关怪谈副本。守墓人通关星级5星，奖励将在返回现实后结算，30秒后传送。木山之巅，老人眼中满是不舍与释然。年轻人该有远大前程，不该困在这死气沉沉的山中。肩头肥鼠滋滋低语，老人冷着脸走向西区牧场。这几天里，这些鬼怪太过跳脱，尤其是西区牧场主人，还敢动他孙子，这笔账要好好算一算。西区瞬间爆发轰鸣与激战，牧场主人惊怒咆哮，憋屈至极，老的打他，小的也打他，几百年里从没受过这种气。直播间瞬间充满欢乐的气氛，观众们纷纷调侃西区牧场主人实在倒霉，招惹谁不好，偏偏要动韩贝塔，接连被爷孙俩暴打，堪称木山最惨反派。下一秒，韩贝塔便从神秘公交回到自己的别墅，一切仿佛从未改变，平静的如同没有进入过怪谈世界。恭喜龙国天选者以5星评价完美通关，龙国境内矿物资源上涨50%，检测到5星评价，发放隐藏奖励，随即恢复一座被诡异入侵的沦陷城市。提示音响彻全球，又是5星评价，各国高层眼红不已。矿物资源暴涨意味着龙国国力大幅提升，而更令人震撼的是恢复沦陷城市的奖励。龙国怪谈局内，众人喜出望外，此次被恢复的是北方的灵州市，5座沦陷之城，已有2座重获新生。灵州市坐落于龙国北方，诡异降临后，整座城市迅速沦陷，城中数百万民众生死未卜。万幸的是，韩贝塔此次5星通关怪谈副本触发了隐藏奖励，让灵州市迎来了重生的曙光。根据此前北海市的复苏经验，沦陷城市的民众早已被转化为诡异，但5星隐藏奖励能将一切重置，让城市与民众彻底恢复如初。怪谈局内，一众龙国大佬齐聚一堂，神色凝重却难掩喜色，一边热议着韩贝塔立下的惊天大功，一边商讨着对韩贝塔的奖励。韩贝塔如今已是龙国最高机密级别的存在，国家尽全力为他营造安稳的环境。可在奖励仪式上，大佬们却犯了难。韩贝塔深居简出，极为低调，送钱用不上，送其他东西也看不出他的兴趣。还是老夫亲自去一趟，问问他的需求吧。怀揣着忐忑与期待，奎局来到了韩贝塔隐居的隐秘别墅，推门便看到韩贝塔正安静的看书，丝毫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有半分波澜。韩贝塔，你有任何需求请管提，此次你立了大功，老夫拼尽全力也会帮你办到。韩贝塔微微一愣，认真思索片刻后，低声说了几句，还指了指地上正咬着拖鞋流着口水的傻狗。奎局的神色从严肃逐渐变得错愕，难以置信，最终还是咬牙点了点头。很快，奎局便离开了别墅，临走时还顺手带走了那只一脸猥琐、死死咬着拖鞋不肯松口的傻狗。直播间瞬间被欢乐的氛围笼罩，观众们纷纷调侃奎局的无奈，也好奇韩贝塔的需求到底是什么。唯独傻狗一脸懵懂，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一场特殊假期。韩贝塔向来信守承诺，当初在守墓人副本里答应傻狗的事情，即便有些荒唐，他也从未想过敷衍。此次奎局上门，正好让他顺带将傻狗托付出去，给这只整天拆家、咬拖鞋的狗子放个小长假。另一边，白头鹰与曾经的盟友日落帝国彻底闹崩了。原来，白头鹰觊觎亚伦手中的诡秘罐子，试图绑架亚伦的家人进行要挟，还公开要求亚伦改换国籍，归顺白头鹰，遭到日落帝国的强硬拒绝。曾经的盟友，如今反目成仇，相互发出警告，局势一触即发。隐居在别墅的韩贝塔也听闻了此事，相较于亚伦被逼得东躲西藏，韩贝塔过得十分自在。只是他宅惯了，很少离开别墅。比起现实世界的纷争，他更期待下一轮怪谈副本的到来。第3天，傻狗被送了回来。去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，回来的时候却4肢打颤，扶墙走路。屋里有枸杞红枣，自己去泡。看着傻狗这副萎靡不振的模样，韩贝塔心中了然，估计这几年傻狗在看到母狗都会下意识打颤，没了世俗的欲望。3天时间转瞬即逝，全球民众在恐惧与忐忑中，终于等到了怪谈世界的提示音。第9轮怪谈副本正式开启。
第9轮怪谈世界开启，开始随机抽取参与的各国天选者。本次参与的名单如下。此次怪谈副本，各国将无法对天选者使用提示机会。终于来了吗？比起寂静无聊的现实世界，韩贝塔更偏爱怪谈副本的诡秘与刺激。下一秒，包括韩贝塔在内所有被选中的各国天选者齐刷刷的从现实世界消失，奔赴新的诡秘战场。一场新的诡秘较量已然拉开序幕。